Hello，早上好，宝子们早上好，这也太美了吧！每天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眼睛一睁就看到了你们对我的彩虹屁。大家早上好，各位小宝贝早上好。仙女发箍，对呀，我又进货了。我每天走到哪里，我脑子里都就是惦记着大家，想着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呢？然后呢，就走哪儿买哪儿，主打就是走哪儿买哪儿。这个叫什么？就是拉动 GDP，有我一小步。拉动 GDP 呀，太难了。我跟你们说，想要找这样一些特别闪耀、特别奢华的感觉的东西，其实还得碰，你们知道吗？不好碰的，真的不好碰，因为这种东西说白了就是根本不是生活化的东西，还要有质感。你们知道有很多舞台化的东西，它是非常的，看起来非常的 cheap，就是，我说不上来那种感觉啊。是啊，直播成本高，虽然我们现在是单平台直播，但是我们依然要维持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对不对？首先是就是从外部的各种妆造上面一定要达到标准，达到指标，不能因为平台少了，我们就对自己的要求变低，对吧？这个叫 Sheath， 你们知道吗？是一个国产品牌，我要发那个的，我会在我的朋友圈里发我买这个的购物视频，好吧？以后有这种我觉得很好看的视频，我买的时候我会拍下来给你们看，好吗？然后这样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去买。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挺不生活化的，生活中可能要参加一些活动，可能才用得上。正常来讲的话，可能用不太上。谁出门顶这么高个东西出去？爱你们，爱你们！大家早上好，大家早上好。你们那边下雪了吗？你们是在什么城市？你们下雪了吗？用完就退回，怎么能这样？我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其实你别看，好像饰品这种东西，你是不是觉得用一次以后你就觉得不喜欢了？但是我跟你们讲，不是的，这些东西啊，随着时间的沉淀，然后随着你的衣柜的不停的更新，你会发现它会每一次都会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点缀和惊喜。我是很喜欢这些东西的，而且我这个人，我所有的买的东西，其实我几乎我都不太会扔。我好多的饰品跟衣服都已经至少在我这里已经用了5、6年了。看到我好开心，我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而且每次我会有一些隆重感的东西点缀在身上的时候，我再来跟你们直播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每天生活的很有仪式感。因为现在直播是我生命当中很大的一个部分，一个组成板块，所以说我必须要在这个时间里面，也要让我自己感受到很有能量，很开心。我会用这样的一些东西来提升我自己个人在做这个事业的时候的氛围感。新疆下了5米厚的雪是吗？上海今天也差不多0度了，但是上海没有下雪，还可以。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找到小太阳，找到温暖。直播像素可以调吗？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已经是高清了，不是他们的软件不一定是高清啊，他们有可能是在线那个微信看的，或者是你先把微信的二维码弹出来呀，不要每次还要我说。今天滤镜咋啦？看看，我没有滤镜，宝宝们，这个平台没有滤镜，这个平台没有大眼、小脸、缩下颌骨，什么功能都没有。这个平台只有2个功能，一个叫美白，一个叫磨皮。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我呢，就跟我平时，可能涂了一个素颜霜的样子是一样的。
我现在也依然是脸上什么都没涂的状态，脸上什么都没有涂的状态。这个平台就是让你们直面最真实的我。为什么你们在看切片的时候，你们觉得切片，小助理发的切片会比较好看？因为它的切片是，用那个美颜相机录的。但是我的直播就是我自己，平常就是这个样，就是鬼样子啊。这个平台没有办法，我整不了它。啊，对的，现在是10月16号早上10点05分，我们开始今天第一个连麦了啊。哎，我那个小手机呢？我们开始连麦啦！第一个叫什么？没有，他没连我。睡晨什么？瞌睡晨没连我。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们的小伙伴，好吗？因为很多的小伙伴们，他们都还没有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不知道我们现在直播在哪里直播。让我把皇冠转咸鱼，我不，我还要用好多年。董宇辉这个事儿最近闹挺大的啊，但是跟咱这赛道也说不上啥关系啊。我觉得功高盖主是吧？但是，没有，这个人没连我，这个兔子头像也没连我，啊。咋感觉我不美颜更美？那是因为你们情人眼里出西施。你们看我现在咋都好，我现在你知道吗？我昨天坐飞机，昨天我在那个商务舱，因为北京上海那个商务舱，它是那种跟国际商务舱一样的那种，整个就是把你框在里边的那种商务舱，知道吧？就可以躺平框在里头那种。我戴了个口罩，然后也没化妆，结果有一个女孩在我旁边闪了一下，立刻折回来说：“你是曲曲吗？”我当时戴着一个口罩，然后我也没说话，我就看着他，我说这是怎么认出来的呢？我都惊呆了，我说你这是怎么认出来的呢？他说我太喜欢你了，然后他就开始有点眼泪在眼珠子里面打转的感觉。啊，我太喜欢你了！他说我太喜欢你了，他说我一下子就看到你了。我说好吧。然后后来他说可以给你拍照吗？我说我没化妆，我说你用美颜相机可以吗？他说可以。笑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现在对我的爱就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先连前面那个兔子来了。哎，曲曲您好。Hello， 你好。曲曲您好，就是一开始遇见您的时候，属于我人生最低谷的时期。我从一开始的很抵抗或者鄙夷您的一些想法，到现在就是臣服和学习，让我的生活和工作都有了很多的机会。然后，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目前30岁，颜值7到8分。然后存款是10万，年入15，是在弱2线城市，然后大专学历。我主要咨询的问题是职场方面的，我是从事金融行业，然后之前是某小苹果动用自己的关系让我进入了这个单位，但是我没有和这个人在一起。到单位之后做的是我们一把手的商务助理，负责跟他一起接待。由于我之前不懂得提供情绪价值，然后让一把手觉得我的能力不行，就很少带我出去了。但是一把手把我从2把手的身份的部门调到了心腹部门去学习，然后也是由于我之前想法都没有转变，也没学习到什么，然后工作就比较清闲，然后就在蛰伏期间爱上了极限运动，然后喜欢上了马拉松啊，还有骑车，然后也给我打开了不少的圈子。然后我目前的诉求是想收入上有提升。因为我知道2把手对我有好感嘛，然后他也是大佬身份，然后我就主动示好，然后目前他是把我调到了自己的部门，然后我现在就是感觉自己有一些人脉，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起来，然后向上社交时心态也不太稳定，很容易紧张或者担心说错话，然后情绪起伏比较大，容易内耗。
然后也是因为运动的缘故，也是认识了某市的大苹果，然后其实和一二把手出去的时候，也都有很多优质的人脉，但是我明白自己目前最主要的，诉求就是要打磨自己0到1的能力嘛。然后二把手对我也有好感，人也比较帅，但是我其实对他不感兴趣。然后他是比较吃我给他提供情绪价值这一套的。然后我在我们这个圈子的口碑一直都是，有人撩我，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跟过任何一个人，他们应该是知道的。所以这次二进攻二把手的单位，他其实是想之前他是对我有过一些这种，想白批的想法的，但是这次我进去就比较尊重我了，然后是把我现在放到了自己，业绩最好的心腹小弟的部门。然后小弟已经在情商和专业知识上敲打我了，然后我目前在工作之外还有一个稀巴烂的关系，一个月能给我提供3万的收入，然后维持这个稀巴烂的关系，就是希望我的工作和生活上能轻松，不要有负担嘛。然后我觉得我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不太自信，然后出去应酬嘴巴还是不够甜，因为以后要从事的是销售类的工作，不懂得要怎么把这些人脉利用起来，然后怎么和一二把手相处，让他们可以更好的帮我。然后关于跟二把手相处，我已经把之前您的一些话术背起来了。如果他到时候又要对我上下其手，我就会说，我想跟您，就是您是我的男神，我不想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一定要用工作报答您之类的这种，对。然后这些就是我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就是，其实我就希望说，就是怎么让二把手能更好的帮我，然后资源倾斜我一些。关键是你要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吗？你首先是你要明白你自己要给自己设置路径，我想要什么呀？我是想要业务，想要更高的收入，更高的收入从哪个口子出？在我们现有的这个单位里边，我到底在什么地方拿到的收入是最高的？我要进这个业务口啊，跟进这个最好的业务啊，是怎么回事？你就提要求就好了呀，提想法，提要求，然后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知道吧？看看你们的这个二把手，他最想要什么呀？他最希望做到的是什么呀？我觉得二把手其实他是属于有点生意男和皇帝男的那种，就是如果我没有价值的话，他也不会。我就是说他要什么价值呀？你不要老是想着男女关系这些鬼事儿啊，这些东西是最没有价值的。对，我觉得我之前的脑子的想法就是老想男女关系这件事儿，那其实二把手可能就希望我是能给他拉业务回来的。对呀，那你就要去找业务啊。但是我又会感觉我自己就是没有人脉，或者说那些人脉我都没办法变现。不是的，你跟那些所有的人，你要提你的想法，提你的诉求啊。你就像你跟别人去卖东西，你得让别人知道你卖啥吧。你得让别人知道，第一你在卖啥，第二你在卖，这是不是最基本的？是。你出去跟别人结交，你不会说话不重要，你只需要记住2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叫做介绍自己，介绍自己里面就包括了我是做什么的，我需要什么，对吧？这个就是介绍自己。第二件事就是做好服务，你就把这2件事做明白不就行了吗？机会它慢慢的不就来了吗？而且你说的那些什么啊，我不知道，我不敢讲话，我怕说错话，怕说错，越怕你就越不敢讲，越不敢讲你就越得不到锻炼，对不对？说错是很正常的，知道吧？我们对于自己还是要有一定的容错率，因为你现在还属于一个社交小白的阶段，一个社交小白的阶段，你想要提升自己的这种非常的圆滑的这种能力，它不可能是你不锻炼它就能上升的，对不对？所以你只能去刻意练习。那刻意练习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犯错，只是说呢，我们知道最差的东西我不能讲，对吧？我不能把这个事儿玩崩。除此之外，有一些小错误是可以靠我给别人及时的服务去弥补的。那就是之前那个把我介绍进单位的小苹果，那其实我也是可以，就是给他释放出一些这种 message，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做业务啦，或者说我想要去，当然，你以后出去碰到任何人，只要这个人你认为他是有一定的能量，
或者说有一定的资源，你觉得或多或少有可能将来能在你自己的业务层面上给你使上劲儿、帮上忙的，你就要有这个习惯，你自己要编辑一个好的自我介绍的流程。你要把这个自我介绍一开始说的可能很中规中矩，到后面就要说的越来越轻松，对吧？流畅圆滑，把它编辑到你自己的日常的概念当中去。育人就要让别人知道你说我是做什么的，对吧？以后有什么这方面的需要，您可以来找我，就好了呀。起码你要给别人留下一个知道这个人在干嘛吧。是，不然的话我头上都没有带标签，我觉得他们也挺的。你说我想做，我想做，我想做，连别人连知道你做什么别人都不知道，别人怎么帮你呢？对不对？那就是我跟二把手相处，您就是觉得就是尊重他，给他提供情绪价值，这样就够了，是吗？要知道他想让你拿什么东西，对他来说是最有益处的。你要在这种层面上自己去努力，因为有的时候老板他只能把资源给你牵个线，但是他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资源跟下去，把它落实到位，甚至于在这个资源上面出成绩、出业绩，对吧？但他如果说从头到尾推着你走，那他为什么自己不去做这个生意？他自己不去赚这个所有的钱呢？为什么要把其中一道钱分给你呢？对不对？没错。好，我大概明白了。对，还有问题吗？没有了，没有了。好，拜拜。好，拜。你们如果说出去吃个饭，出去认识朋友，是吧？你吃了一圈饭，认识了一圈人下来，没有一个人知道你是干嘛的，你就是个端茶小妹，那你去的意义是什么？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很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是不是喜欢把简单事情复杂化？你们老是想着怎么别人，我们是不是天天说开口？开口难道仅仅运用于男女关系当中吗？开口同样的可以运用到业务上啊，对吧？业务上面你也要开口啊，对不对？你高级的有高级的玩法，高级的玩法不会之前先玩最简单的玩法，最简单的玩法就是哥哥给我搞点业绩的，这是不是最简单的搞法？哎，我今年还差10万业绩，你给我搞点业绩，这是万一你遇到个大冤种呢，对不对？不是每一个人他都那么复杂的。万一你每天你天天也跟别人玩啊、喝酒啊、吃饭啊，给别人倒茶呀，是吧？哎，给别人夹菜呀，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冷不丁的来一句，你说哥，我今年还差10万的业绩，你看你们公司还有没有需求？你说这10万业绩做不到啊，我们老板要把我赶出去了。万一遇到一个正好他就有这个10万预算的呢，他不就算到你这来了吗？对不对？回头你再给别人送点礼物，这个事儿不就结束了吗？对吧？所以说，首先是要懂得开口啊，把自己的想法最简单、直截了当的提出来，然后看看有没有人撞到你这个枪口上。首先，你就比那个不开口的多了好多，是吧？很多的地方都看不到我，但是你们能在这儿看到我呀。我跟大家说啊，我们一定要适应，要习惯我们现在的这种直播方式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软件呢都琢磨一下。习惯我们的这种私域的直播方式，因为我想了一下，我认为其实我这几场播下来，我在私域直播，其实我感受还是很好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是一样的感受，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直播的时候，我会更加的直截了当，畅所欲言，对吧？而且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来到这个地方再来看我的，基本上都已经是属于。如果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大家已经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了，对吧？有一种知己的感觉，跟真正的闺蜜的感觉在这个地方了。我现在就好像是同时跟我几千个闺蜜在开会，在开视频会的这种感觉，对不对？就不像，其实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两面性的，都是双刃剑。我们一定要学会看一件事情当中的阳光面。然而我呢，很幸运，就是有这样的思维方式的人。所以说，我到了任何的境地的时候，我总是能在很快速的时间之内发现现在这个事情当中的阳光面、优势面、好处。因为当我盯着这些好处看的时候，我就会明白用什么样的路径把这个好处发展到极致。
把这个长板打到极致。这样的话，我就不会一直去受到那些短板或者现在这些缺失、遗憾，我一直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这样就会拽着我止步不前，对吧？所以我现在在这个私域平台直播，我有一种非常开心的感觉，反而是因为我在这几场播下来，哎，我慢慢的找到了一些正反馈。这正反馈有哪些呢？比如第一件事儿就是能够找到我们微信的人，可能真的是以前的10倍。就每一场播完，能够找到我们微信的宝宝是以前的10倍，对吧？不是多于以前10倍的人可以找到我们大本营，起码来讲的话，大概率是不会走丢了。这个就是第一大优势。第二大优势，我们这个平台可以挂我们所有的服务的付费内容，对吧？我们的课，我们的社群，右下角小黄车点开，一目了然。这个是我以前在任何一个公开平台都做不到的，对吧？这2件事就已经是我在公开平台做不到的了。第3件事，我们所有的连麦，我基本上是可以畅所欲言吧，基本上属于是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能够给到你们的建议，我都会非常清晰了当的告诉你们，而且我会尽量把一件事儿剖析到极致，对不对？这个也是我在公开平台很难做到的。而且我们真正能够沉淀到这个平台上来，我们还能够找到彼此的，我觉得已经是对于曲曲这个人也好，对于这个个人 IP 或者对于我们的团队非常非常的认可的人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交流起来已经没有任何的障碍了，对吧？我们不需要内心有任何阻抗了，不需要再想着，哎呀，怎么能让你们接受我的这个观点，或者你们也对曲曲没有那种不信任，因为你们对于曲曲是极致的信任，你们今天才会跟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我看到了这么多的优势之后，我现在觉得我的前景一片大好。好吧，来那个右下角的弹窗，大家可以点开啊，这个是我们的微信二维码，一定要扫到我们的微信二维码，就不会走丢了。然后呢，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付费的这样一些服务啊，我们的包年的这个语音啊，包月的文字啊，还有我们的闺蜜圈啊，金贵的关系啊，正版金贵的关系，金贵的社群都在这个里头。以及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月底的跨年哼哈杭州的线下专场啊，我们的名额刚刚放出来，现在已经被扫到一半以上了，所剩的名额不多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要参与这一次的跨年活动的，赶紧找到你们的社群管理员，或者是找这个微信二维码，找到你们加过来的时候这个客服啊小助理，好不好？让他们赶快帮你们来锁名额了啊！来下一个，新粉靠什么传播？就靠你们的转发。大家动动你们的小手指，把我们这个直播间转发到你们的朋友圈，或者是转发到你们平时闺蜜的群里头啊。这个苹果没有连我，来这里排麦的宝宝一定要主动先申请连麦，要不然的话，我在这个连麦的列表里面看不到你们，好不好？这个软件呢，啥都好，它就是功能有点简陋，好不好？现在你们看我就是跟我平常跟我妈打视频一模一样的这张脸，跟我打视频电话一模一样这张脸啊，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差别，好吗？这一套我拍了那个 vlog 的，拍了小视频，回头我会发出来的啊，回头我会发出来，你们在我们的圈圈里面看，圈圈里面目前还是可以发视频的，怎么那么多人跑进来让我唱歌啊？干啥呢？给你们唱个好日子。11是什么？11也是吗？哦。哎 ，hello，能听到？你这很吵哎，你这很吵。现在能听到吗？好，你不要用耳机哦，不要用耳机哦。哦，没有。好，你说可以了，好，终于连上你了，曲曲，好喜欢你。我先说一下我的一个情况吧。好。就是因为我是想咨询，就是婚恋关系的。然后呢，我先说一下基本情况。
一线城市25岁，没车没房，然后颜值在7分左右，身高的话是1.68米，年收入的话是20左右。男嘉宾的话是31岁，本地人，颜值5分，身高的话是1.69米，家里有3套房子，家里是单亲。他当时说是因为要买房子省钱才出了围城，就是他爸爸妈妈，然后爸爸是开2家餐厅，妈妈是在家里。男嘉你稍宾自己，等一下，什么叫做什么买房子省钱出了围城啥意思啊？就是他当时他自己家人是为了买房子，然后腾指标还是怎么样，就是才出了围城。你是说他爸妈扯了快乐证，跟他没关系是吧？对对对对对。然后男嘉宾自己的话，年收入有几百万左右。然后我们是通过一次工作认识的，追了1周左右。然后呢，买了金项链，当时有一点矛盾，然后项链是没有及时到我手，现在项链还是在他手里，没有到我手。然后在一起4个月。多少钱金项链啊？他给我看的价格好像是5K。给你看的价格是啥意思啊？他不是跟你一起买的？就不是他自己单独去买了一个就是小礼物给我的。然后当时是因为我觉得他态度不是很好，然后呢他就问我要不要这个项链，我就说不要，就有点小矛盾。当时是有点就是自己也有点小情绪吧，小作吧，然后就没有要。然后但他有说那你要不要知道那个项链的价格，然后他给我看的是5K。对。然后呢，就项链现在还在他家里面，我们在一起4个月，2个人在一起，基本上是他出名。他在追我的时候有提到给他前女友买房、买包包，给前女友创业，给前女友开副卡，这些有被他之前的光环吸到。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一直在秀之前的光环，因为他之前是做工程的，年收入的话应该有几千万，就不需要自己怎么去干活的。因为收不回现在的那个款项啊，需要然后那个工程就没有做了，就现在就做那种自己亲力亲为的工作，比较忙。然后现在那个工程那边还有1000多万等着收回来。然后他现在就放掉那个工程那边了，就是做自己亲力亲为的工作。但他就是曲曲说的那种富二代啊，就是给出去的东西分手后还会要回来。他之前就是劈叉，有小 C， 然后冷落冷方，然后冷落女方，然后女方找了其他人。他还说把自己说成一个受害者，被戴绿帽子，所以他就说不信任人，疑心很重。他自己经常秀光环，导致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发心不是很正，觉得他们有的话我也想要有。然后跟他提了一些条件，就是一些几 K 的礼物，但他给我的承诺都没有兑现。他说是因为我之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有出去玩，就是但被他发现，就是我骗他，就我是出去玩了，但我没有说出去干嘛，只是说不是在家里面，但我骗他是在家里面。然后他对我不是很信任，觉得我很狡猾，觉得我老是跟他要礼物，不是很喜欢。然后我就跟他说前任送礼物，他前任送他礼物这些，我就说就是，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们跟了他很久，所以他才会有前面给他们买包包啊、开副卡、创意这些。然后我就让他不要提，就是说他给他前任送什么东西，这样子我心态就会好一点，不会说一直想要他们有的我也想要有。然后我也没有敢跟他要东西。然后他之前有 PC， 然后我现在跟他在一起，基本上我是会黏着他，就是会让他有报备。但我觉得他没有给我米，礼物也没有到位。我觉得我自己出去工作的话，是因为工作事情我就没跟他报备，他生气的话我就会平时吵架后我就会拿他答应我的事情但又没有做到。然后他就觉得我每次生气都想要跟他谈条件，然后他就有点意见。但提问提问的话就是
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性底色，可以作为一个合适的婚恋对象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应该怎么去跟他相处？他是个什么人性底色我不知道，但是我能看出来他看不起你这件事儿。他是个什么人性底色我不清楚，但是在这个男的眼里，你不值钱。你是一个很不值钱的，然后不需要付出的，可以随时被替换掉的一个很 low 的选项。这个是你在他眼里的人设。他是什么人性底色，那我就不知道。但是基于他对你的这个判定，你想要的所有的那一切都无法从这个人身上得到，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他会给自己判定成 low、不值钱、看不起的这么一个对象去付出。那现在的话，就是这个人他对我的一个这个样子的一个表现的话，我是没必要再接触了，对吗？完全没有必要。首先啊，我跟你们讲为什么？我跟你们说，别人怎么对你都是被你允许的。我是不是经常讲这句话？你是我学员，是金贵的学员啊？是的。你是金贵学员吗？对对对。你有好好的看过我们的东西吗？看过1遍。首先啊，你学的很不好，知道吗？你在关系里一味的在听别人说什么。你看，今天我们连麦已经连了7分钟了。我经常讲的一句话，我说语言是目的，行为是态度，看行为不看语言，这个就是我们去判定一个人的准则，对吧？但是你跟我讲的7分钟里头，全部都是你在说他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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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说的，他说他跟前任怎么，所有的东西都在他说。所以说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只看他做了什么，他给了你什么，你拿到了什么，有吗？没有。好，非常好。那么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很简单了？那么你们判断不出来一件事，就是因为你一直在纠结于他说。当你把眼光着眼于他怎么做了的时候，他做了什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切都豁然开朗。好，那么首先我们能看到的结果就是这个人什么都没给，什么都没做，对吧？所以说从这个结果我能判定出来他对我没有付出，没有付出就没有精力上的投入，没有情感上的投入，没有什么所谓的很长远的想要去规划，这个就是事实，对吧？因为他的行为代表了他的态度，代表了他的真实的想法。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是被你允许的，懂吗？因为这个人他一开始什么拍个项链给你，然后呢，首先我跟你说为什么你在他眼里不值钱啊？他给买项链，项链这个东西本身，如果它很贵重啊，没到位也就算了，他买个项链还要跟你说，你想不想看看这个项链多少钱？完了以后把这个项链的价格拍给你，然而这个价格才5000块，明白我意思吗？也就是说，在这个男的眼里啊，你是一个连5000块都值得他在你面前好好的炫耀一番，甚至于你还会对于5000块的一个东西展现出巴望状态和垂涎欲滴的状态的这么一个女性。所以他就这一个动作，但是这不是你生活当中的唯一一个动作，你生活当中还会有无数的动作，无数的动作都会显示你不值钱，包括这一个动作在内。我只是在用这一个动作告诉你为什么他会这么定义你，明白吗？所以说这个男的他就是看不起你，他搞的这个事儿他就觉得你不值钱，啥也没有，啥也不是，啥也没见过，没见过世面，他才会搞这么个动作。然而他用这个动作又加强了他的意识，就是觉得你不值钱。所以你要明白啊，有这东西是这样，我如果要了，我就大大方方要，大大方方要了，我就要大大方方接受。如果说你不给，那我就当你压根就没这想法，不好意思，那再见。一个诉求达不成，那么后面的100个诉求都达不成。第一次达不成的诉求，我就不指望你后面有任何一个诉求会达成了。我就要判定你了，懂吗？我就给你判了，我不需要再反复听你洗脑，反复的跟我吹牛掰，吹来吹去不都是那么一个意思吗？难道你一个5000块钱的东西没到位，我能指望你5万块钱的东西到位吗？对不对？对。好，行，谢谢曲曲。好，就这样啊，拜拜。好，拜拜。
你说一个什么样的男生会，哎，给你先拍着看一下，我给你买了个礼物啊，然后呢，你要不要看一下价格，再把它的价钱拍给你看，啊？请问，拍完了以后多少？5K，是什么很贵重的东西吗？还值得你像这样拍下价格吗？对吧？这要是我们换作是我们看了一下说啊，这个项链，你说那我平时可能这个项链我戴不出去，是吧？这项链我戴不出去，对不？这项链怎么戴呢？戴不了呀。你说5000，我说5000块钱，5000块钱我就只够买件卫衣的，对吧？他其实就是在拿这种事情在试探，拿这种事情在试探你平时的消费水准，你见没见过世面，对不对？拿这种东西去试探你，你试探完了以后发现你没见过世面，发现你没水准，然后就开始天花乱坠的吹，天花乱坠的说他跟他前任付出了什么，他跟他前女友怎么着，哎，我又是给他开公司，又是给他买包，又是给他买房，反正上下一张嘴，什么东西你可以验证吗？你认识他前女友吗？你跟他前女友对过账吗？别人说出来还会是他这个版本吗？对不对？听信一面之词，就他这个5K 的项链，这个东西有没有都是个问号，明白吗？你咋不没确定？可能他就在柜台拍了一下走了嘞，对不对？他很有可能他就去过去拍了个照走了，他压根这东西从头到尾他就没买，是不是？或者说他买了，说不定他是给他妈买的，给别人买的，他也就是拍了个照给你，对不对？你也就配得到一张照片，是不是？你说你在别人眼里是个几斤几两，是个什么东西？一下子看出来了，你看不起我 ，OK， 那我就要找看得起我的人，对吧？我就要找看得起我的人。我为什么要跟一个？我跟你们说过了的，男女之间最重要的一个事叫尊重。他的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这个人他对你不尊重，对不对？他不尊重你，所以他后面才会有一系列的啊，你说这说那，他就说什么啊？那因为他可以无限的跟你去吹牛，为什么？很多男孩子如果他真的在意你的话，他不敢跟你讲他跟他前任给了什么的，他敢吗？他敢在你面前提他前任吗？对吧？他提一次恨不得要给自己扇3个大嘴巴子，他敢吗？他就是不在乎啊。他用一个行为试探了你之后，发现你就是个没框架、没原则、没价码的，对吧？那他就开始在你面前肆无忌惮，结果发现你的底线越打越低，你的框架越踩越稀碎。跟你讲完了前任，你还要听完了以后你还要攀比完了以后他不做，然后完了以后还要受他 PUA 洗脑，是吧？他还跟你说那是因为人家跟我的时间长，人家啥也不要，我觉得人家值，所以到了一个时间那个阶段之后我自己给的，然后你就开始自己给自己画饼了。哦，那我也要熬啊，那我要等啊，那我要默默付出啊，付出到一定时候了，我要感动他呀，感动天呀，感动地呀，感动他呀，最后呢只感动了你自己，是吧？连个毛都没感动，哼，对不对？脑子放清醒点啊！把金贵的关系跟我再看个10遍，没看个10遍是不要上来跟我对话了，下次啊。来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大家扫一扫啊，这个是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大家扫了以后呢，可以了解到我们团队的所有的动态，每一场的直播动态都可以在我们朋友圈里看到。我们也会有我自己的一些日常生活，我现在日常生活发的视频肯定会更新在我们朋友圈里的。好吗？然后呢，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付费服务。如果大家在直播间里直接就下单了这些付费服务的宝宝啊，也一定要去找这个微信去问，哎，怎么开启我的服务，对吧？怎么进社群？我拍了课怎么进社群？我拍了那个咨询怎么去跟老师对接？也一定不要等着我们的客服去找你们啊，因为你们拍了以后，他们没有办法主动看到你们的订单，所以说你们拍完了以后要去找他们。好不好？然后呢，我们这个月月底有杭州线下3场的这个哼哈跨年会啊，哼哈跨年专场会和我一起，有30位宝宝一起跨年，现在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所以大家有兴趣的啊，一定要去找到你们的金贵社群的管理员，或者是找到你们所加的曲曲官方团队的二维码去问询，好吗？有人发了个评论，就有好多人问我在哪儿播，希望大家可以帮我去回复一下
这些外面还没有找到我的粉丝们，也希望你们可以找到我们之后，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你们的朋友圈，分享给你们的好伙伴，好吗？谢谢你们。来，这啥呀？这是一个点，它的名字是一个点。哦。Hello， 你好。你好。喂，你好。哎，你好。哦，你好，曲曲。就是我自己的话，今年是那个23岁嘛，然后我男朋友的话，他是那个27岁。就是其实我们两个谈恋爱已经谈了1年了，从去年开始。他家里的话，目前是在做那个文旅产业嘛，就是做旅行社这一块。然后我自己之前是在上海那边上班，然后可能1年有个30个。稍等，然后你稍等一下啊。好。啊？你付过费吗，宝宝？啊，他是要提前付费吗？稍等一下，不好意思，我们连错了，名字是一样。大家把你们的名字写清楚一点啊，最好是有一个比较好辨识的名字，要不然因为这边好多宝宝不知道，我们的连麦是预约付费制，预约付费连麦啊，是先预约再审稿再付费的，是这么一个程序。因为我们每一场的就是如果在我不顾及你们是什么故事是什么三观的情况下上来，那我们每一场的连麦都是要排爆的。有的时候之所以你们看到我们的连麦为什么好像没有那么的多，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不能在公开平台上放的东西都给它提前筛掉了。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正式的开始做私域直播了，私域直播就这点好，就是我们对于大家的故事会更加的宽容，更加的包容。就任何的故事呢，我们会只要你不太吓人啊，不太毁三观，你要太毁三观了，你直接就下去1v1，对吧？你下去1v1没人管你，是不是？但是呢，你自己有个评估，我这个故事呢，起码来讲还像个人干的事儿啊，是的，是个人干的事儿，你再去约好不好？啊。对吧？这个是我们在公开平台呢，那就是一定要弘扬正能量、绿色价值观，对吧？但是呢，我们到私域直播以后呢，我们还是秉持着一个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的一个啊。Hello， 你好，你好，你好，说话。你听我说，你好。你这个声音太空旷了，你是连蓝牙了吗？一切由我个人承担。这些事情啊，抱歉，我不能用原声回答你。你这个不行，你这个我听不清楚，不好意思，你这个我听不清楚，完全听不清楚。26岁，职业是程序员。这个不行。完全听不清楚啊，完全听不清。我已经说的很那个了，是吧？我们在私域平台有私域平台的好处，可以给大家故事更多的包容度。在公开平台的话呢，你们很多时候你们连麦是连不上的，为什么？因为就是提前就是筛掉了，就压根就不能连啊。今天好多人表扬我呀，爱你们，爱你们。Hello，苏苏你好，曲曲你好，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吧。我是37岁，然后是外表6分，本科，目前是在体制内工作，年入的话是12到15万。然后我们婚内的话，育有一个粉宝，大概是4岁左右。男嘉宾的话是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然后婚后4年去了一个同省异地去做销售。目前的话是1个月回家1次，然后我们的一个10点半生活啦，其实不是很和谐，就是我很想要，但是他给不了我很多。
然后去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发现他不坦白了，就是他自己的年收入也不告诉我，并且呢，他修改了自己的一个手机密码，然后我察觉到了异样，并通过一定的手段就是实锤了他跟外援在一起这个事实，然后他承认呢他是精神劈叉了，后来后来我发现他半夜的时候跟外援在一起，然后我就告诉了外援的老公。他呢恼羞成怒，就逼着我一定要扯快乐证，并且目前已经分居的状态。后来呢，我通过示弱，他把房产公证给我了，但是这个房产目前仍旧有100多万的一个贷款。然后目前我就是也不管他，比如说在外是怎么个状况，也不管他跟外援的一个交往了。目前的话是这样子，他从来不主动找我聊天，即使我跟他沟通的话，他也是比较抗拒的，而且是一种用受害者的心态，觉得在婚姻里面他就是个受害者，他被我掏空了，而且他觉得即使他精神劈叉了，也是我的一个问题。我现在是这么想的，就是在找到下一家之前啊，其实他目前的一个经济支持对我来讲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目前还是不想离开他，一直在进行一个低姿态的一个挽回。就是那我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当我现在就是主动的去低姿态挽回的时候，他还是非常抗拒，然后觉得他的一切行为都是我这边导致的，那我还要持续这样的动作吗？我想知道你具体做过些什么，你把你说的话术，你给我举几个例子，好吧？是哪方面的？就你所谓的低姿态挽回，你在做啥呀？就比如说比如说关心他的一个衣食住行，然后有些发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生活状态给他，然后关心他的父母，然后告诉他我们就是小朋友的一些近况之类的。关心他是用什么方式？你把话术举例。那比如说啊，那比如说现在是冬天，天气冷了，你一个人睡在那边很寂寞，你想不想我过来抱抱你啊？就这种之类的。OK， 好，明白了。比较幼稚。好，是这样子的啊。你呢，其实内心已经对这个事儿其实是很接受的了，对吗？就是说，其实这个人你已经不那么 care 了，对不对？你 care 的是他给你的支撑，对吗？对，毕竟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就还是想，对。你听我说啊，那么呢，你首先要明白你们的关系定位。你现在做的这些事儿，什么你想不想我来什么来抱抱你？他心想你快点跟我死远点，这就是他，你懂吗？你一定要想明白，你发出去的这个东西啊，他看到的那一瞬间，他想回你的是啥？为什么你说出来的话是你想不想让我过来抱抱你呢？为什么是他想不想？为什么是他想不想？他为啥要想？他妈烦你烦的要死，他为啥要想？他看到你这句话就烦，懂吗？这个话一收到，那个火窜的就往上窜，听懂了没有？所以说你要知道你们之间的本质，你们之间的本质已经不是他在向你所求爱的这个本质了，不是他需要你的爱，需要你的关心，而是你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把他挂住，对不对？对。把他挂住的目的是在于让他持续为这个家庭做更多投入，对吗？是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叫单方面输出，单方面给予，你的情感做单方面输出。单方面输出的意思就是，你任何一句话发出去，你一定要看到这句话，你就要懂这句话是不需要被回应的，这样的话才能发，明白吗？你任何的语言发出去，就这句话其实就是不需要回应的，就是你要站在一个看客的角度看你发的这句话，站在他的角度看你发的这句话，就是收到了以后觉得这句话是可以不回的，这就对了。你千万不要收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这句话是要回的，然后我一看到这个话就他妈烦，这就不对，这个路子就没走对，知道了吧？所以说你说的所有东西只是就是说全部叫做不求回报的东西就对了。而且绝对不要把自己放在高位上说话。你想不想让我来抱抱你呀？谁需要谁？谁需要谁？你这个表达的是他需要你，对不对？是的，是的。所以
以说单方面输出在于什么？在于我需要你，且你的回应不重要，懂吗？这个就叫单方面输出。就你可以说，你可以表达说啊，这2天天气冷了啊，你别在外面搞生病了啊，什么什么的，可以点到为止，对吧？我们做了什么？哎，今天小朋友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然后呢，你的情感输出，你比如说啊，情感输出小作文也叫单方面输出小作文，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下雪了，对不对？你说哎呀，你说外面在下雪，我突然想到啊，有一年怎么样，我们2个人感情还很好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俩在哪里，哎，当时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往。你说，现在一下雪，你也不在我身边，我突然脑子里就回忆起当时我们的这个画面，就结束了，明白吗？你所有的东西叫陈述、感叹、结束，没有那个疑问句啊，要不要啊，想不想啊，喜不喜欢的，能不能行，没有这些东西。你做单向输出，他能看见就够了，打住了。因为这个动作起码不会引起他的反感，他好像是会觉得，哎呀，这女的是吧，还挂念着我，你懂不懂？还牵挂着我，还挂念着我，他还不停的在跟我啊，还爱来爱去的。其实你心里已经没有，其实你心里是很平静的。你在做这个动作说这个话的时候，你没有指望什么，你想很简单，就是你只要生活费继续搞就行了，对不对？对，人回来最好，反正人回不来，至少也有点米吧。我跟你讲，你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知道吗？就是当一个人对你有抵触情绪的时候，如果你还要去索取，他就会跑得更快，跑得更远。其实你们现在这个关系，就是对于你来说，你这个老公他的心已经是飞的了，对不对？对，心也飞了，人也飞了。但是这种时候要干嘛呢？如果他的人呐，你真的要他回，我建议首先第一个建议啊，我认为不要把生活重心放在这件事上。我首先是不能把重心放在想让他回来这件事上，特别傻叉，这个思想重心就放错了。我们的思想重心在于我怎么让自己活得更好，对吧？活得更快乐，活得更精彩。我怎么社交，我怎么交朋友，我怎么找下家，我怎么照顾小孩，这个是我的生活重心。但是我干这个事儿呢，它只是我工作当中的一部分。我找你只是我工作当中一部分，因为你是我老板，你给我发工资，对吧？你给我发工资，我不能完全一点活不干呢，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个首先是你自己的心态要稳在这儿。好，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就是，那么在我有限的这个输出当中，对吧？我一定叫做单向输出，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是在长年累月的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在蚕食你的内心，让他觉得我长年累月的不理他，他还这么搞，有点愧疚。毕竟你是孩子妈，对不对？他会觉得，哎呦，也是孩子他妈，原来是吧，挺高傲的一个女的，现在讲这些，哎呦，本来也是我做的问题，我出的事儿，他现在还搞得好像生怕我这心情不好，生怕我这生怕我那的，他自己却会觉得有点多少有点过意不去。那这个东西一旦这个小火苗它燃起来了呢，慢慢的，他会遇到一些什么情况？比如说，他正好这几天他爸妈啊有什么问题他要回来，他是不是就得回来？这个时候我依旧很热情，他就有可能被软化，或者一个什么情况呢？或者是比如说他，这个时候他自己在外面受挫了，他比如说他跟外面的女的没搞好，吵架了，干架了，或者是别人老公找他麻烦了，他这个时候是受挫了，他一受挫了，他一回头心想，你看这个人从头到尾对我没有要求，他还在等我，那我就要他就找平衡，他就上你这来找平衡，懂吗？他在外面受挫，他一上你这找平衡。他就有的这个余地去搞，但是这个我还是那句话，记住我跟你说的第一条，业余工作，对的，这个很重要，你不能把这个一天到晚把这个事情搞当主线，希望他回头，希望他这，我们我跟你说的第一条原则，牢记于心，是为了保障你的强者心态。一旦没有第一条原则，只有第二条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一个弱者。对，定位一错，后面的数那就是纯扯淡了。现在就是时间问题，就是慢慢的改变它。不是，你看，再把我们刚刚说的话，你从头再想一遍啊！我跟你说的第一条，我说过改变吗？我从头到尾改变啊。好吧，时间到了啊，拜拜，太感谢了。拜拜。你们一想着改变，对吧？想着改变，我要改变你，改变是什么？改变就是执念。
改变个什么东西啊？改变个什么东西呢？对不对？我刚刚说什么？我说那个叫一点一点的蚕食，我是不是用的这个词儿啊？一个词儿不一样，就改变了你的发心，知道吗？我们的发心决定了我是强者心态还是弱者心态。我是坐在一个一切为我所用，一切为我赋能的状态下，对吧？我每天开开心心，我该干嘛干嘛，我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社交社交，该找下家找下家。但是你是什么呢？你是我的收入来源，对不对？你这不是我老板吗？你是我老板，我就跟维护客情一样，我得把你维护着，是不是？我把你这条线维护着，为什么？因为你目前还是我唯一的大客户嘛，对吧？我给你做出的所有的这种情绪价值的输出，我说天花乱坠，哎呀，天上下雪了，是吧？我觉得内心还是觉得挺寂寞，啊，回忆起了我们当初的种种甜蜜的时光，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走到这一步。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的问题还是比较大。我希望你在我没有在身边的时候好好照顾自己。啊，天冷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和孩子还是很需要你的。结束啊！但这种东西它叫什么？这不就是命题作文吗？对不对？你这等于是什么呢？每周给自己布置一次命题作文，但是其实你自己的世界非常的丰富多彩、绚烂缤纷，对吧？你这个命题作文你该写嘛，这个客户该维护嘛。他等于说他只是你可能生活有5个板块，他占了其中的20%，对吗？这个就是强者心态。但是很多女生呢，她的错误是在哪？她每天就想着我怎么巴望着这个男的回头啊，我怎么巴望着能把这个男的救回来呀？所以呢，她那个80%她都没搞，她就盯着这个20%搞，那就完了。因为你会觉得你在牺牲那个80%拯救这个20%，你牺牲那个80%了吗？那不是你牺牲，那是你自作自受，对不对？在这个男的眼里，他会感激你吗？他会感动吗？不会。心态不稳，你觉得我在牺牲，我是在为你守着这份忠诚，守着这份纯粹，对吧？我是为了我的孩子，为了你，为了我们这个家。哎呀，我每天我希望你能回头。你说你这个状态跟我说的那个状态，它是一个状态吗？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讲，术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真正能够让我们到达我们目的地的，在于我们内心深处的道，明白吗？同样的一个数打出来，同样的一段话说出来，如果我内心的道不一样，那么它就会把你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对不对？你自己是大女主心态的时候，你知道我所有的动作是在围绕我自己的生活在进行的，它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配角，对吧？剧本是你在写，你在写这个剧本，他按照你写的这个剧本演就完事儿，对吧？而不是让他当你生命中的主角，让他当你生命中的主角，你的道就已经歪了，你的道歪了，无论你后面走向哪个方向，你都觉得自己不幸福，因为你没有自我，你没有找到自己的内心当中的这个立足的根本，快乐的来源，幸福的来源，对不对？所以我们永远要用一个大女主心态去面对我们的生活，我们是我们生活当中唯一的女一号啊，不管其他的男的女的都是过来跑龙套的，包括你老公在内，哈哈，好不好？我跟你们讲的这个就是正能量，在我看来，如果别人说我这不是正能量，那我主打也是听不懂，我就觉得我很正能量，对不对？你们觉得我是不是正能量？我们说的是不是绝对正能量，对吧？这个我认为是适应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吻合我们这个时代的，适应我们这个社会的女性生存状态的正能量，对吧？可能你换做几十年前，我可能是要被沉塘的，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现阶段，对不对？现在我们这一套就绝对是吻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正能量。大家把右下角的微信扫起来啊！右下角的微信一定要扫起来，找到我们的大本营，找到我们的朋友圈，我们未来所有的跟直播相关的一切，或者是我的日常分享啊，或者是我们的案例分享，或者是我们的直播通知，所有的东西都会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做更新
好不好？我们未来会越来越细致化的去打造我们的私域运营。所以说，大家如果不想跟曲曲走丢的宝宝们，是一定要加到我们的微信，啊！也希望你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直播分享给很多不知道我在哪里播的宝宝们。然后右下角的这个小黄车点开以后，可以看到我们团队能够为大家提供的所有的付费服务，各种类型的咨询，还有我的闺蜜圈是跟我交朋友的平台，以及我们的正版金贵的社群。我们金贵的社群有正版的金贵的关系的这个不是金贵的关系，有金贵的社群啊。我们每个社群有社群管理员，每天给大家整理我们的直播的10个经典案例的总结，好不好？以及我们这个月底会有在杭州线下的跨年哼哈专场，大家可以通过你们的管理员或者是通过这个微信二维码去进行锁票。我们目前30个名额已经一大半都没有了啊，已经超过一半已经没有了。来，下一个。Hello， 你好。曲妹妹你好。你好，哎，你说。关注曲曲1年了，然后学习了金贵后，发现男嘉宾常年 PC， 很喜欢金贵群的氛围，尤其是群管曲小七非常认真负责。今天咨询的问题是正常的婚恋关系。我的问题就是男嘉宾属于哪一种类型，以及这段关系接下来怎么处理。我基本盘是今年40岁，为内15年，目前在枫叶国，全职带2个女娃。早些年呢，规避风险就是假扯证，婚内的现金不多，有几套房在我名下，双方已经6年一国。我属于情感经历比较少，婚前光环大，父母催婚，与亲戚介绍的男嘉宾，潦草入围后就带球了，然后就全心全意的投入孩子，10点半基本没有。父母帮我带球，就完全忽略男嘉宾。男嘉宾今年是45岁，在国内2线自己开公司，感情经历丰富，常年 PC， 这都是后来知道的。他是属于那种高情绪价值输出，现在年入不详，都是父母在支持，让我幻觉就是以为他婚前至少就有100W 了，后来才知道是为了跟我结婚，然后房车彩礼都是父母赞助的，婚内感觉不好，然后他就躲避矛盾，与另外一个女嘉宾常年保持稳定的 PY 关系。大额付出都是现金的方式，具体数目不详。异国期间，生活费都是公婆背后赞助。疫情期间他也负债了，然后发现 PC 这件事儿呢，他答应赔偿500W， 目前给了100W， 然后其余的还在凑。他是表示愿意痛改前非，但是我们家这边就是完全不接受。我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处理？你们家里条件很好是吗？你们家条件很好，那么你的问题呢，其实就是出在你自己的脑子有点裹小脚上面了。你根本就不用在乎跟这个男的之间是怎么回事儿，你觉得你快乐吗？其实我们已经分开很久了。对呀，所以我问你的问题是你觉得你快乐吗？我觉得就不快乐。对呀，所以你们家条件很好，这些条件是什么？是支持你去找到自己想要的，拒绝自己不想要的。有的时候你们不明白自己想不想要，判断标准很简单，就是你快不快乐。如果你长年累月的在这个状态里都是不快乐的，都是抑郁的，那么就证明这个关系是你不想要的，
你以为你还想要，你不是真的想要，你只是被很多的传统的一些东西束缚住了头脑而已。那我就明白了。对，你想一想，我现在做什么能让我开心？我跟谁来往能让我感到快乐，能让我找到自信，那么我就去做什么。至于这个男的，他要怎么样，那是他自己的事儿，他想怎么样怎么样。你把它当空气，明白吗？因为你有这个资本，你不是一个没有选择的人。因为他现在就这个事儿之前都不知道嘛，然后他父母这边也是一直在极力挽回。姑娘啊，你听我讲啊，你看啊，你讲的所有的这些话，你都在干嘛？谁是主语？你讲他知不知道啊？他父母挽不挽回？谁是主语啊？他是主语，他父母是主语。那你在哪儿？你在哪儿？你的需求是什么？你想干什么？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就不要了。对啊，你看这不是很清晰吗？你为什么你不是一个村妇？你懂不懂？你不是一个需要他们家去养活的人，你为了吃这口饭，你非得忍着这口气，不是这样的呀，对吗？所以为什么要去思索他想要什么，他爸妈想要什么呢？谁不想要一个家里又有钱，放在家里还不管什么事，这天不管地不管的，然后还在家里又有面子的这种儿媳妇啊？可是我凭什么给你们家做儿媳妇？我首先要做的是我自己，其次做的是我孩子他妈，再做的是我父母的女儿。你们排在哪里啊？你们跟我什么关系？你们哪位啊？行，谢谢曲曲，那我就这个思路我是考虑过的，那我就坚定我自己的内心了。还有问题吗？没了。好，拜拜。凡事想筹码，对不对？我有没有筹码？筹码我就跳，我有筹码我就开心，就完事儿，对不对？我有筹码，我怕个毛线呢？没有筹码的人才忍气吞声的，没有筹码的人才委曲求全的，没有筹码的人才温水煮青蛙的，对不对？我有筹码，怕个毛线呢？你给我什么100个 W， 我给你们讲个笑话。这是100个 W， 我跟你们讲把个金额讲少一点，你们就明白了。以前啊，我小的时候去蹦迪，知道吧？你们知道以前武汉呢，武汉江滩它不是酒吧一条街嘛？然后那个时候武汉江滩旁边啊有个新疆人做烧烤的，他每次就是在那个江滩的那个酒吧门口做烧烤，但那个地方呢其实很空旷，但他就一个人在那做烧烤。然后有一次呢，我们就去那蹦迪，我那个哥们就开车嘛，然后他旁边就有个空位。他就开到那个那儿，然后问那个新疆人说：“哎，那个师傅，我给你给20块钱，你让我在这把车停一下行不？”那个新疆人说：“我跟你给20，你给我滚。”我们2个人直接愣住。他说：“我跟你给20，你给我滚。”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说，你说什么？哎，他给我100万，他给我500万，我们家我给你给100万，我给你给500万，你跟我跪在门前给我磕3个，是吧？你给我拿个喇叭，跟拿个喇叭在我们小区里喊一喊，你说你儿子是个王八蛋，你给我喊一下，谁要你这个钱嘛，对不对？我们家不缺钱，你跟我玩聊这些，这有什么好聊的呢？明白我意思吗？钱是用来就是底气嘛，对不对？有了钱没有底气，你要这个钱干什么呢？钱是什么？钱是工具，对吧？用来实现我一切想要的东西的工具。每天有了这么多的筹码，还在自己给自己裹小脚，天天想着他妈怎么说，他爸怎么说，他怎么说？你说你跟那个没有出村的那个翠花有啥区别？你跟那个翠花没有任何区别，对不对？想开一点，知道吧？来，大家把这个右下角的微信2维码扫一扫啊。
右下角的微信二维码扫一扫，扫了这个微信二维码以后，就不会跟我们走丢了，会找到我们的微信，会找到我们的朋友圈。我们每天都会在朋友圈里面实时的去更新啊，跟我们直播相关的，或者说跟曲曲自己相关的。我们未来也会把我们的很多的视频也会同步的更新到我们的朋友圈里头，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扫码加我们的微信啊。然后呢，如果说你们身边有很多宝宝也是我的粉丝的，或者说不是我的粉丝的啊，你觉得有需要的，大家可以把我的这个直播分享给他们，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啊。然后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曲曲团队为大家提供的所有的服务，我们的咨询，我们的闺蜜圈，以及我们的正版金贵的关系啊。希望大家可以购买我们正版金贵的关系，进我们金贵的社群，我们的管理员会一直在社群里面为大家做服务。这个月底我们在杭州线下会有3天的哼哈10点半专题的跨年专场，现在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我们总共就是30个名额，然后现在呢已经被锁了一大半了，所以说大家还有想要参加的，尽快去找你们的管理员啊。来下一个，推荐给朋友看了，谢谢你们。Hello， 你好，你好，村花，村花，春花铁锤，你看这，把垃圾桶给我一下。没，怎么不说话呢？葱花，葱花咋不说话？葱花，没了，来下一个。哼哈专场是我们平常不是我们每个月不是有3到4场的这个就是哼哈的项目和课程嘛，然后呢我们年末呢就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套餐包啊，然后这个套餐包呢非常的有力度，就是所有的之前有想要做我们哼哈的相关的项目啊，或者是想要学习我们这个哼哈课的宝宝，然后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来跟我们一起跨年，因为这一次的哼哈的这个专场我也会参加，3天的时间啊，除了直播的时间以外，我都会在。曲奇饼没连我，小茉莉没连我，你把这个点一下。小幸运没连我，黄子毅 ，OK。喂，曲曲，曲曲你好，你好，哎，你好，你谁？那个我是金贵的学员，非常喜欢你哈。那个很高兴这么快接通了。然后我简单说一下我的基本盘，今年35岁，颜值7分，国内的 Top 985、211本科毕业。那原生家庭呢是没有助力的，现在超一线呢有一套按揭房，一辆40个的代步车，扯过1次快乐证，但是没有这个球。目前呢对婚恋和孩子都没有执念。然后曾经呢是有过5年的工作经历，海外的工作经历，目前4年前是在大厂出来自主创业，但是近2年呢，因为疫情的原因呢，这个项目和投资都失败了，目前事业是停滞的状态。那我现在有一个男朋友，比较稳定的男朋友，1号男嘉宾呢比我大20岁啊，委婉，然后非常高非常帅，打高尔夫球认识的，那扯快乐证了。扯快乐证的时候呢是一次性买断的，目前跟前妻呢和女儿都没有联系。但是他现在跟我相处半年呢，对这个敬为臣是顺其自然的态度，但是在相处2个月的时候呢，是一次性给我下了25个 W 的米，我解决事业上的问题。但是在相处的过程中，所有的单都是他买，就没有按月给钱。那我有一次呢，就跟他提出来，我说我现在工作是停滞状态，我说你要不就按月给钱我我说你要不就把我所有的房贷都还了。当时他就说按月给钱像包养。然后对于我后面我说的，那你把我其他房贷还了，这个他也拒绝了。
啊，所以我当时就以这个，哎，他不想结婚，是没有承诺，不按月给我生活费，是没有态度提出分手了。然后对方就提出来挽回，说，那如果按月给生活费的话，就要一起生活的要求，并且愿意投资给我去重新做一个茶室，就做简单的茶贸易。然后2号男嘉宾呢是86年的，是我在国外认识的一个客户。那这个男嘉宾呢，其实是非常优质的一个男神，做外贸的，然后离婚4年，有一个篮球，篮球归女方，目前其实一直是单身的状态。在过程中，他其实来我们这个城市过后就一直在撩我，但是我们两个就始终没有捅破那层纸。但是在前几天，我跟我的这个1号男嘉宾提出来按月给生活费被拒绝的时候呢，我就去了，就他新房子装修就邀请我去他家，我就去了。然后去了过后呢，其实他就直接跟我说，他其实感情有洁癖，也一直很喜欢我，但是呢，他现在对婚姻，对小孩都没有诉求，可以给钱给礼物，但是我接受不了这么赤裸的这么赤裸的表述，所以我就没有跟他发生什么。那目前其实我的核心诉求就是想重新起事业盘，就我对婚姻和我结不结婚，我生不生小孩，我都没有诉求，我就想搞事业。所以我现在就想知道怎么样重新起事业盘，让对方投资，并且在我没有盈利之前，对方能保证我的生活质量。因为我的人设，你这个诉求直接说就完了的，别人都已经跟你说了，说，哎，我对婚姻这个没有诉求，我对小孩没诉求，但是呢，我愿意给钱，我愿意这个，我愿意那个，这个时候话茬子就直接上来了呀。你说那我的想法是，我想要找一个能够支持我事业的人，我现在有什么1、2、3、4、5的什么想法，大概需要投资多少，你能够来投我吗？你能不能来投我的话，我觉得我们俩也能，对吧？不就行了吗？哦，所以其实我但是现在这2个男的都是愿意投的，所以但是1号男嘉宾的意思就是，如果说要给钱的话，就要一起生活，但是生活的话就我没有说要空间了，他只是说愿意跟你给生活费。他愿意啊，他说那个如果要给生活费的话，就要一起生活。然后后面我就问他，我说我也不能没事情做啊，我说我不想天天找人要钱，很被动。他说那就投资做个茶室卖茶咯。你的生意就是想做个茶室？我其实不是，我肯定不是，我之前做的全都最低端的生意。对呀，那你想做什么？你要用你的想法去提呀。那其实就是说我可以把我现在想做什么的诉求提给2个男嘉宾，然后我也可以直接说出来，我不结婚不生小孩，但就想要事业起盘。你不结不结婚生不生小孩，你不能这么聊啊，大姐呀，哎呦我的妈呀，你们这人那个聊天这个水平啊，你这是稀烂的，我真是不是，你想想看啊，结婚生小孩这个事儿，是的，你内心当中没诉求，但是对方他也没诉求，对不对？如果说你们2个人都没诉求，请问你拿什么去换取别人的另外一部分利益跟价值呢？你肯定是要说我有诉求，我是为了你可以放下我这个诉求，这个事儿才能聊成嘛。哦，好的，就原来，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在搞事业，然后这一方面确实有点差。搞啥？你搞哪个事业？你业务也是这么谈的呀？我有没有诉求？为什么我不抛？我不抛是不是为了看明白你想要什么，对吧？你想要的1、2、3、4、5，甭管我原来怎么想，但是我是不是要围绕着你想要的1、2、3、4、5跟你谈条件？我抛出来我不想要，我想要，你干嘛呢？那你不是在对方在捕捉你吗？捕捉你的时候不就是可以给你杀价吗？我们为什么不先抛？为什么要让对方先抛？要让对方先抛是要让我的局势明朗，对吧？我知道我拿什么东西去撬动你。如果说对方不抛，你抛，你自己1、2、3、4、5抛明白了，那对方就会想着，那我看我怎么杀价，对不对？哦，好的，get 到了。那其实现在还是就是我身边，其实这2个都是那种委外的男嘉宾啦。其实我身边也会有那种，就是那种很量级很大的大佬，曾经是找我，就是有跟我说过是小孩这个诉求的，但是就是我自己其实只是想搞事业。哎，搞事业搞嘛，你这俩男的什么？
我跟你说啊，你搞事业不要在意别人有没有卫生关系，你们属于自欺欺人，你知道吗？你在意他有没有卫生关系，其实你的内心还是有潜性的想要退围城的意愿。否则你为什么要在意他有没有围城关系？如果你只是想搞事业，你管他有没有围城干什么？你又不跟他推围城。但是他当时说的就是，哎，他其实撩我就是说生小孩的事情，然后就他是以生小孩来，你看，你们的思路啊，完全就是方向性的错误，知道吧？哎，别人跟你聊的是别人的诉求，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捕捉到他的诉求以后要干什么？抛出我的诉求。对呀，不是你不要想着因为他的诉求跟我的诉求不一致，所以这个事儿就没得聊，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他有他的诉求，我有我的诉求，所以说我们才能够做置换，我们叫假性迎合对方诉求，率先达成我的诉求，是这样的呀。你跟我谈生娃，我就跟你谈做事儿，对不对？我就告诉你我的事儿做到什么地步，我就能生娃。这不就是双方达成一致了吗？但是得我的东西先达成。我明白了。OK， 我跟你聊一下我就清晰了，好像我脑子好像是不清楚。哎呀，我的妈呀！你是不是我们后台粉丝骂死了。刚刚说是我们学员是不是？是啊，你是我们学员，你看你聊得个天儿啊！你赶紧的，你1v1吧，你真是的什么鬼？行，哎，那其实这两个男的，就是1号男嘉宾提出来的那个做茶室这种搞圈层、搞平台的，和2号男嘉宾，其实我和他强联合搞这种外贸的，其实会是2号更合适我一点吧。你要看什么东西，不要说谁更合适你，你自己想做什么，首先是第一，第二哪个挣得多，明确下来，包括所有东西要做，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它是怎么运转的，它的利润到底在哪，我一年能挣多少，它得有明确。什么做平台做资源，这全扯淡。什么平台什么资源，现在什么平台什么资源能跟你挣钱，你告诉我。那就是就从生意的本质去出发，哪个的这个利润高，然后商业能闭环。当然啦，要不然你不就是又是方向性错误吗？你的大方向所指啊，你大方向不是要做事业吗？做事业干嘛？肯定是哪个挣得多做哪个呀，这还用说？好，我知道了。谢谢曲，拜拜。拜拜。你们这个聊天啊，聊的就是别人提出来别人的诉求，你首先想的是我想不想干，是吧？别人一说我要跟你生娃，你首先就是那我不想生，是不是？我不想生，那我们这个买卖谈不成，不是这样的。这个所有的生意逻辑都不是这么聊的，对吧？只要他有诉求，这个事儿就好办。最怕的是你摸不到这个人的诉求，对不对？只要他有诉求，你就可以把他的诉求当做你们两个人共同奋斗的目标，对吧？然后我们怎么才能达到那个目标？前面有1、2、3、4、5要完成，有把1、2、3、4、5搞完了，那么带球是我们俩的共同目标。其实这个1、2、3、4、5是什么？其实这个1、2、3、4、5是我的诉求嘛，其实是我的想法嘛，我想要的嘛。我把我想要的1、2、3、4、5先搞完，最后再来谈你那个是我们的共同目标。但其实你那个共同目标到那一步还搞不搞不一定嘛，那不是，对不对？这个事儿推到那一步了，还会有新的解法，懂不懂？你们不要觉得这个东西，我跟你们讲是这样子的，我把我们两个人你的这个想法当成共同目标是没有错的。1、2、3、4、5，首先他不一定是做得到，对不对？他看能不能达成一部分。如果只达成一部分，没有达成我想要的全部，是不是我这个诉求就可以不做？我这个答应你这个诉求可以不做，因为你没完成全部啊。你1、2、3、4、5只完成了1、2、3、4、5没搞，那我是不是就说，那我就是还没达到，对吧？就算1、2、3、4、5都达到，我这个诉求我还是不想搞怎么办？转化思路，找替代方案。到了那个节点的时候，你再看处于当下那个局面的时候，我有没有什么别的更好的方案可以搞？转化一下嘛，
对不对？条条大路通罗马，不要因为一开始别人跟你讲的这个东西，你觉得你不接受，然后你就卡在这，你就觉得这不行那不行那不行这不行，这样的话你什么事都搞不成。还有，我跟你们讲，很多东西你做与不做，它不是真的你想与不想，而是筹码够不够，知道吗？很多东西它的筹码一旦上升到一个额度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 OK 了。你之所以觉得内心当中对这个事儿很抗拒，是因为筹码不够，懂不懂？现在有一个很丑很丑很丑的人站在你面前，很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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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啊，丑的不能直视的人，说让你亲他一下，让你嘴对嘴亲他一下，给你100块你肯定不亲，对吧？给你1万呢，给你10万呢，就让你亲他一下，1秒钟的事儿，10万能不能行？给你100万，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有些事儿你做与不做呀，它不是说在于你内心真的那么明确你想不想，而是在于筹码够不够，对不对？所以说你们先把这个筹码想到顶，1、2、3、4、5，对吧？我先把它想好，我到了那一步，可能我的想法也会发生变化。我当初本来只是叫假性迎合对方需求，但是我这个1、2、3、4、5做完了，可能我就真的觉得他那个诉求可以搞了，我自己的想法也会改变，所以我们也会变，对方也会变。不要着急，觉得说那个事情又不是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弄，明白了吗？所以说，只要了解到了别人的诉求，那么就说明你的诉求有达成的可能了，你就借着这个藤往上摸这个瓜，对吧？来，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大家扫一扫啊，大家把右下角的二维码扫一扫啊。我们现在其实依然每周都是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依然是这3天定时定点直播。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是只在这个单平台做私域直播，未来呢，我们会越来越精细化的去运营我们的整个私域空间。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加到我们的微信，看到我们的朋友圈，我们会把所有的在公开平台上能发布的也好，不能发布的也好，都放到我们的朋友圈里头。然后我们也会把每一场的直播链接甩到我们的朋友圈里。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付费服务，大家可以浏览一下啊，有各种各样的咨询，以及我的闺蜜圈，还有我们的金贵的关系，正版金贵的关系的下单方式。我们的正版金贵是有每一个群都是有群管的，我们目前已经有多少个群了？我们目前已经有75个群了，75个群是由75个群管在为大家服务的，好不好？所以说群管呢会一直在里边给大家解决一些小的问题，然后呢发布我们每一场直播的经典案例总结。这个月月底我们有3天的杭州线下哼哈的跨年专场啊，大家一定要去找你们的社群管理员，因为我们这个跨年专场的这个名额一共是30位，现在已经锁了1大半了，好不好？大家赶紧去抢剩下几个名额啊！来下一个，以前的经典案例总结，只要你找那个社群管理员要，他可以给你发的，你告诉他你想看哪一场的啊，但是你不能说让他一次性全部发给你，你得告诉他，你说我想看几月几号的。我从话题说再连一下。Hello，蛐蛐听得到吗？不好意思，刚才网卡了。哎，你说。那个，我跟你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是20岁，然后我本人35，学历、家境、颜值都没有，完全依附男嘉宾。男嘉宾为内35岁，就是你所说的秃羊，年入估计在200到300之间。跟男嘉宾认识是因为朋友介绍，相处了2年，一共付出120加，没有付出过固定资产，对年龄非常的看重，就是前几任都是在20岁这个节点，差不多就拜拜了。我很有服务意识，然后做到事无巨细。他说他对我很满意，但是我不信，我焦虑未来，然后我叫他教我一点技能，就是这种谋生的手段。然后他经常说我是小朋友，不用想那么多，来结束这个话题。你刚刚说你多大？20。哦，好，继续说。就是他对我自己心里有这个价值估算，
就是之前每次都给我讲故事来点拨我说我不值这个数，但是付出一直也没有减少。我在想是怎么以不换人为前提下，因为我的精力能力都比较有限，我身体小毛病也比较多，我想引导他大额付出，因为太穷了，我也一直没有起跳过。我之前示弱想要一套小房子，他也没有接话，只说以后让我用自己的钱买。我之前想带球突破，但是一直不敢做，我怕我赌输了。他对我的球的态度一直就是养不起，如果生了就要喝西北风。说完了吗？说完了，说完了。我送你3个字：稀巴烂啊！对，不是说这个男的突不突，不是这个男的突不突，是你个人稀巴烂，不是这个男的突不突的问题。你未免也把你自己对自己的人生要求降得也太低了吧？你跟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给我设了一个线，什么叫在不换人的基础上怎么着？什么叫在不换人的基础上？姑娘，你才20岁，你你搞没搞清楚啊？你20岁你就要放弃人生了？你什么就叫不换人的基础上？反正我各方面都不行，我各方面都差，我这不行那不行，这没有那没有，没有这么聊天的。你首先要明白，你还这么年轻。我说个再不好听的话，你哪怕是找大哥找大佬，这难道不是一条路径吗？这也是一条路径，你去找呗，你广撒网的找呗，对不对？东方不亮西方亮，我把你按最稀烂的路径上走，你也不至于像你这么稀烂呐。就是要广撒网。你的稀烂不是在于你找的人或干嘛，而是在于你的思想。全世界的男人满街跑，你这个那个这个的，你上网聊呗，你去当个主播呗，你去当个语音主播，你实在不想露脸，你当个语音主播呗，对不对？全世界那么多的男人，东方不亮西方亮的个事儿，谁都能给你补贴点，它不也是一种技能吗？你怎么就非要在一棵树上挂死，还跟我振振有词啊？因为我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不重要，你做呀，你不叫没信心，你动了吗？你动没动？我有找过，但是就是找不到。你找了几天呢？你没找到？就是之前有在 YC 找过，就是你找了几天？我就问你，什么叫在 YC 找过？你找了几天？就差不多得有小1年这个样子，就是只有这个人。你呀，脑子啊！我跟你说，你这个天一聊出来，你就是不思进取，知道吗？不思进取，你现在20岁，你觉得你能吃得上这口青春饭？但是你明显你找的这个目标人物就不能带你跨越阶级。他不能带你跨越阶级，你吃的是个什么青春饭呢？你还不如上网搜罗一下，看看有没有哪个大哥，对不对？每天在网上想找个小姑娘聊天的，说不定人家每次跟你聊个天能给你发个1、2万。我懂了。你懂什么啊？如果你不想靠工作努力上进，你想走雌竞，这不是说你不能走，我没有说你雌竞不能走，但是你得动脑子。你身体可以，身体不好，你脑子也不好。就是我不知道在哪里去突破。全世界所有的能够让别人看到你的地方，任何一个社交软件，任何一个 APP。好的。你不要搞得像个这残废，好不好？好的。说一开口就像残废，我这不行那不行，这3无那3无啊，我啥也没有。你说我怎么在不换人的情况下，把这个男的你把他搞死呗，搞吐搞残搞死，好不好？就是广撒网。你这东方不亮，你需要的又不多，本来1个月没多少个散子的个事儿，不就是这里不亮那里亮吗？再去学一门手艺，打打球干嘛的，对吧？你又年轻，出去哪里还认识不到个人呢？啊？好的。还有问题吗？没有了，没有。就这样。你们好多姑娘是觉得什么？自己觉得自己想贼明白，是不是？自己觉得自己想贼明白，
反正人家工作也挣不了几个钱，对不对？反正我这就是嫁入豪门也没戏，那我就不如找这种男的。我跟这种男的谈，总比跟那些小朋友谈要好吧？我跟他谈，我起码我的生活比较充足，比较富裕。可是你的人生没有做积累呀，对吧？你跟这种人在一起，你混个几年，你混到个啥呢？说房子房子一个不做声，是不是？是不是说房子房子一个不做声，说一个一个不吭声？那你能搞到个什么呢？每个月那么3瓜2枣的，技能不提升，哎，搞男人也是一种技能啊，对吧？你在这种人身上这挖七挖八的，挖不出来个什么东西，你的技能没提升啊，对不对？你甭管是在一个人身上出大结果，还是在很多人身上出小结果，你总而言之最后是不是得把你这个人烘托起来呀？你得让你这个人上台阶啊，对吧？一个人身上出大结果，或者很多人身上出小结果，或者很多人身上出大结果，是不是这几个概念？你们这是什么？在一个人身上出个咪咪结果，那叫结果吗？不能提升自己的眼界，不能提升自己的认知，不能提升自己的能力，不能提升自己的阶级，不能提升自己的财富水平，无非就是吃了几顿好饭，买了几个好包，有用吗？你再过个几年再看，年龄一上去，全世界最焦虑的那个就是你，懂吗？你们现在就是在花钱花时间买焦虑啊！我已经能够给你把这个命都给你算死了，对不对？已经知道未来几年你这个东西没有成长性，就不要这么搞，换打法，动脑子，对不对？哪怕我在网上去找个兼职，我在网上去当个微商，不比这强？那是不是也是一种能力积累啊？对吗？想不透，才20岁跟我搞得像半条命入土了一样的。来，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大家扫一下啊，右下角的微信二维码大家扫起来，然后不要走丢哦。我们现在每周呢还是这3个时间地时地点直播，但是我们目前呢是只在单平台私域直播，我们很有可能以后都会转成私域直播的形式，很有可能在将后来我们都会转成私域直播的形式，好不好？可能你们在公开平台只会看到我们的视频切片，可能不太会看到我们这种整场的直播。就算看到了直播，可能也跟我们现在做私域直播的这个开放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开放度可能是不一致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每一场都能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就是要通过加我们的微信二维码，好不好？然后呢，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以后，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团队所有的服务类目，我们的咨询、闺蜜圈以及金贵的关系的正版课程，还有我们的社群啊。买了金贵的关系就可以进社群，但是你们一定要去找小助理或者是找客服，跟他说你拍了，然后让他来拉你，好不好？要不然他看不到你们在后台拍了啊。我们这个月月底会在杭州线下有3天的哼哈跨年专场的活动，现在的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大家想要下单的一定要赶快去找你们的社群管理员，或者是找你们家的这个客服啊小助理去下单，好吧？来下一个，我们现在这个 APP 叫小鹅通，喂 ，Hello， 你好，你好，曲曲，能听到吗？哎，你说。我说一下我的情况吧。我29岁，老公32岁，我长相6、7分，认识6年，结婚5年，在新2线城市。老公现在年收入300-400个 W。我之前是老师，不是体制内，生完之后就在家带娃，现在在自家公司上班1个月，家庭固定资产1000个左右，我手里有现米60个，今年存的。老公平时让我花花呗到期他给我还，公司里的米都用于公司运转。老公创业6年，前4年基本不太赚米，这2年才赚了点米，基本都用于升级自己的配置。我和他是，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刚刚创业，白手起家。他父母就是种地的农民，我们家条件也一般，所以没有人靠任何人走到今天。老公其实也蛮舍得为我花钱，我自己也不是物欲特别强的人，对自己买的一些大件就是金首饰之类的，
我老公赚了米之后，他为我爸妈置换了车，也买了房子给我爸妈住。今年2月份的时候，发现他劈叉，当时我正在2胎坐月子，外援是我们公司的员工，比我小1岁，没结婚。我发现之后立马去公司找他，当时我在我老公车上装了东西，我老公就告诉他，如果我去找他，他不要承认，并且说我污蔑他，让他请假回家了。到公司我没有忍住，哭了，把这件事告诉了公司会计，会计人品不行，后来拿这件事威胁我老公，我老公就一直责怪我把这件事告诉别人。第2天我又去找了那个外援，语言攻击了他一下，他没多久就离开了公司。老公说我们俩的感情出现了问题，没有他还会有别人，他根本不是根本原因。后来我发现他们俩，后来我又发现他们俩在一起做足疗。第3次，又发现他们俩，我老公去那个人的租的房子里去找他。第3次这3次我都有找那个外援，第3次我动手了，我还去外援的家里找他了，他爸妈，但是我只找到了他家，但是没有进去。我老公这3次发现之后都是认错，态度很好，说不会再联系，让我不要把事情闹大，说我们有米有公司有孩子，他什么都没有，如果他狗急跳墙反咬一口来公司闹，公司就开不成了，每次都这样给我洗脑。现在他应该是和小三和那个外援断了，但我发现他去 PC 1周要去1、2次，有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去，我也不知道他手机密码，所以证据不太好搞。我还没有起跳，但我现在比较冷静。我们家经济权一直在他那里，我现在想慢慢掌握经济权。跟他提过我名下的公司账户我来管，他就生气说又没缺你米花，你为什么老是想掌控米？我的问题就是我该怎么慢慢掌握公司大权，经济大权？这样的婚姻还应不应该维持下去？我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帮我分析一下。你最大的需求应该去找我们长期1v1。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没有半年的1v1做不下来，没有半年的1v1做不下来，你直接续费就续半年就完事儿。我告诉你，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认知太低了，你的认知很低，知道吧？在夫妻关系里面的认知、男女关系里面的认知，以及大局观，以及你对于整个事件呢，没有办法去站到高维的上帝视角去判断这个事件里面的几个动因，就是你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认知去把这个局盘明白，而且你是完全的情绪操控自己的动作，情绪操控动作，你不是目标操控动作，你是情绪操控动作的。目标操控动作是什么呢？是你首先要看明白这个局是怎么回事儿，然后你一点点的去拆，从哪个口子开始动，你才叫用目标倒推动作。但是因为你其实你以为你是在用目标，你以为我就是要拆散他们，我就是拆散他们，你以为你是在用目标，所以我去闹，我去搞，我觉得其实不是，其实你是没有深思熟虑，没有布局，没有规划，然后用情绪在出招的一个状态。所以你是整个认知不够，知道吧？你老公他说的话非常非常的正确，就是没有这个女的也会有别的女的，因为他你看啊，你一直以来你老公1年住3、400，对吧？你就想一想啊，你现在把你抽离出来想一想，一个男人会爱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你想想这个问题。你不要想你的身份，不要想你老公是你老公，你老公是孩子他爹，你生了2胎啊，你是孩子他妈，你是他的患难夫妻，你不要想身份，你想人性。一个年入3、400的男人会喜欢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你能不能把这个女人的人物画像先跟我画出来？能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然后身材好，然后不作，听话。还有吗？基本我感觉就这些。好，首先啊，我们今天啊照一照镜子，懂吗？首先想一想，我吻不吻合一个年入3、400的男人喜欢的女人的人物画像？
这个就叫什么呢？就叫我升维了。我没有站在我们的关系里看问题，我站在上帝视角看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男人喜欢什么？年入300-400的男人喜欢什么？首先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事实，这个就叫事实，明白吗？而不是因为我的情绪说你欠我的，你该对我负责，你该忠诚，我是你孩子他妈，这些东西都是叫基于你自己的情绪，对吧？认为我们有这个身份你就该怎么样。但是当我自己站到上帝视角的时候，你就会明白，首先我已经可能不吻合一个年入300-400的男人喜欢的人物画像了。所以说你这个就是这个事儿的根，这个事儿的根它是在这儿。我首先要吻合一个年入300-400的男人会喜欢的女性的人物画像，然后再来谈后面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会在外面找1号、2号、3号、4号、5号，对不对？对吧？别管他是什么 PC 也好，还是找长期的也好，但是一定会有这么些人存在，对吧？每一次是在干嘛呢？每一次在2择1的时候，他都会选我。怎么做？这个就是后一步。我跟他们公司的那个，他这个底下的这个什么会计、什么秘书、什么玩意儿的，我跟他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如果打差异化竞争，当我首先吻合一个年入300-400万的男人喜欢的大框架的时候，对吧？我首先已经及格往上了。这个时候我再来看我的长板是什么，我的优势是什么，我才能用什么东西去精准打击。下一次他又有外面1、2、3、4、5，每一次在做选择，每一次他都会选我，明白吗？他是这个概念，而不是说他约束自己，不犯错，不犯人性的弱点，那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什么？而是他自己觉得我不能失去我老婆，为啥？因为外面这些女的，她虽然漂亮，但是呢，她没有我这个老婆带得出去。这个女的吧，她虽然身材好，但是呢，她没有我这个老婆有文化，是吧？这个女的呢，虽然说她挺妖艳，但是呢，她没有我的老婆能够把我的娃管得那么好。就是她永远在衡量性价比的时候啊，最终她都选了你。这个逻辑，它就是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大逻辑。首先是这个逻辑，你得把它找到。第二件事儿，你刚刚说的啊，财务大学什么这些东西，其实他能不能拿到呢？他是有可能拿到的，无数的节点可拿。比如说啊，你在跟这个男的每一次干架，对吧？把这个女的他每次认错态度很好，每次认错态度很好的时候，为什么我不能借势，我先要一点点过来呢？但是这个时候要怎么呢？我现在已经耀武扬威的干上去了，对吧？我现在要提条件了，干嘛？我再弱下来，我在表达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还不是因为爱你，我还不是因为怕你被别人骗，我还不是因为想着我们2个孩子在家里，如果说万一你在外面，是吧？这些女孩子，你说你花点钱是小事儿，你泡，你说你压力大，你要跟外面女孩子怎么这个？你说我忍一忍我都能理解，你说但是我不能接受什么？我不能接受你回头被别人忽悠了，对吧？这个我很难受，万一我的孩子以后的好不容易我们2个人打下来的江山，最后你拱手让人了，这个我不能接受。所以你可以一点一点的去拿，我这一次拿20%，下次拿20%，下次拿30%，他妈犯5回错误，100%都给我拿干了，这是一个行动路径，对吧？再一个，你说你每次啊，就是什么他会计出问题这个那个的时候，首先第一点，你这一事儿就办得很愚蠢吧？这个就是我第一个说的，什么情绪推动的，这么找你们家庭内部的事情找他会计解决，你这不找的个稀巴烂，这种情况他会计不靠谱了，是不是可以说马上给他介绍一个进去，对不对？你说我们还是要找一个安全的人，你说这次这个事我没办好，你说我们得找一个安全的人，找一个能够信得过的人，对吧？进去把你的人再换进去。所以这些动作你根本用你的情绪是推不出来的，懂了吗？你必须是有大局观、长足的一个想法规划，你一点一点的去办，可能分个5次、10次，这个事儿才能把它办完。天天想着爱不爱、忠诚、有没有责任，那就废了，好不好？我建议你去1v1，直接就是半年起步啊。好的，好，就这样啊，拜拜，拜拜。你们是什么呢？你们是从下沉市场进入到的这个中产阶级，对不对？因为他们这一类，你看啊，他讲话的这个逻辑啊，我跟你说，他这个
是，如果他换做一个下沉市场的直播间，可能人家还会觉得他做的很漂亮。为什么呢？他反正把那女的打走了，是真的的，对不对？我那天听别人直播间就是的，那个女的也是用了一系列的就是看不懂的操作，然后呢，反正是把那个女的打走了啊，把她老公搞回来了之后，她还跟她老公一块儿去给那个外面那个女的拉横幅，知道吗？然后最后就是后来那个男的一直夸她说：“哎呀，你太有智慧了，你处理这个问题太准。”我心想，真的这个才叫真正的男凝，知道吗？男性凝视为什么呢？哎，男人劈叉是一个人的事儿吗？一个巴掌拍不响，对吧？天天想着是那个女的勾搭他的，你还跟你老公一起跑到人家那里去挂横幅，这个动作它最后滋养出来的是什么？打不完的地鼠，对不对？因为你老公还在一个错误的事件上面得到了你的支持啊，你是不是打不完的地鼠啊？有些事情原则性问题，该是谁的问题就是谁的问题，该是他的问题，他一点都不能让，必须得全部承担掉，对不对？你得告诉他你的原则，你的底线是什么。我原谅你不代表你对，我此时此刻跟你站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家庭，并不是因为我还能作为你的始作俑者，对吗？所以像刚刚他的一系列行为，可能对于有些人听起来觉得还挺解气的啊，这里闹那里闹，那里闹完了这里闹，把那个女的最后干走了。但是你看她老公改变了吗？她只不过从长期稳定的变成了短期付费，有区别吗？这个是他想要的结果吗？其实不是，因为你在这个男的眼里没有升级，你没有变得高级，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跟你们说一定要消费升级？你看刚刚这个女生，我说她是从下沉市场变有钱的，所以呢，她的这个思维就没打开。钱到你这儿来了，是用来干嘛的？永远想明白这个逻辑。如果你的脑子里认为钱是用来攒的，或者钱是用来买黄金、买房子的，那么你就永远脱离不了你内心当中的赤贫状态，知道吗？你一定要想一想，钱它是用来让你跻身上流社会的工具，懂不懂啊？对于上流社会，钱是工具，是用来让你晋升上流社会的；对于下游的人，钱是让你用来管理他们的。一边是你攀爬上面的工具，一边是你向下管理的工具，所以钱它是工具，永远把这一点死死的给它想透，记死记焊在脑子里头。所以这个男的钱都给你了，你干嘛呢？买黄金，我平常也不怎么消费，我不用看你，我都能想得出来你全身上下没一件贵东西，对不对？那你说这个男的已经年入300、300-400了，他就没点场合吗？他有场合，他需要带女伴出场的时候，你全身上下都是廉价货，他会带你去吗？他不觉得你丢人吗？明不明白？你说那你说有什么必要啊？几千上万一件衣服，那有什么好买的呀？我觉得啥包都是背呀。是的，我们可以没有物欲，但是你的目标呢？你的目标是不是让这个男人觉得你不可替代呀？觉得你不可或缺呀？对吧？不仅仅是作为孩子的妈，更重要的是作为他最好的贤内助。贤内助是什么？贤内助是指主内吗？贤内助是他向外炫耀的一张名片，这个才叫贤内助，对不对？我要不要帮他去联络他的客户呀？客户的太太我需不需要维系？领导的夫人我需不需要来往？甲方的这些人我需不需要勾兑呀？我怎么呢？我每天穿着个布衣服布裤子，背着个布包我就去了，手上带一坨黄金，是吧？手上带坨黄金，是不是？哎，素面朝天，从头就是素到尾，跟人家一看是我们买了几层房，像这么聊吗？对不对？人是非常的视觉的动物，现实的动物。所以说，你们已经从一个底层的阶层晋升到了这样的一个
中产阶级了，你是不是还要从中产阶级的底部到中产阶级的顶部？你甚至还要再往上跃迁一个阶级，因为这个是你老公想要的。如果你能助力于他更快速的达成这件事儿，每一次你跟别的女的比，别的女的都看不见，都要被比划，对吧？因为他要顾及他的社会关系网。可是你怎么进入他的社会关系网？抱着孩子去，奶着孩子去，是吧？背着你们家房产证去，对不对？所以什么叫消费升级？最简单朴素的理解，我要让我自己全身上的东西首先是贵起来。这些东西我花钱，我可能觉得我操，我这个钱真是花不下手啊！我告诉你，你不花，有人帮你花，对不对？你老公就会带着他公司的那个小蜜去商场里面买。为什么你老公不带着你买？因为你舍不得呀。你总觉得你花的是你们自己家的钱呢，你总觉得这个钱我可以用来买黄金，可以用来买房子。但是小蜜不一样啊，小蜜觉得反正花的都不是我的钱，我这个钱花出去了才是我的，对不对？你老公的钱放在你老公的口袋里永远不会成他的，只有花出去了才变成了他的，是不是这个逻辑？所以为什么你老公会带着他买，对吧？因为你老公带着他买，他会欣然接受，他开开心心穿身上，他每天就带着出去炫，他还发个朋友圈，对不对？因为只有这样，这个钱才真正的变成他的。你不一样啊，你不花这个钱，这个钱也是你的，对吧？所以你就不肯花。你老公带你出去买有用吗？他要是真的带你出去买，他还觉得，你看到时候可能你一个大巴掌就上去了，你说你是不是傻逼啊？几千块、几千上万的衣服，你是不是有毛病？你脑子有坑，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逻辑？所以说，凡事啊，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提升空间在哪里。提升空间在哪里？天天说郭晶晶，郭晶晶，郭晶晶，她是不会打扮吗？还是不知道怎么变得高级吗？你有郭晶晶人家那个奥运冠军的身份跟光环吗？你有吗？人家走出去就是名片，你们每个人都走出去就是名片，天天就是一个郭晶晶，说死，一个郭晶晶，郭晶晶天下就一个。再说了，人家怎么的？出席场合的时候干嘛？他不也不得搞点，哈哈，他得不得搞点？对吧？每次就是喜欢拿些极端案例出来说事儿，学点好的，好吧？你有本事你也当个奥运冠军，你再来跟我聊。没有人家那个光环，光环就得靠我们自己堆呀，你得往身上堆呀，哒哒哒，看到没？堆起来呀！我脸上没有光，我这一打，这光不就上来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来，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大家扫一扫啊。大家如果不想错过我们的直播，一定要扫我们的微信二维码进入我们大本营啊。加进来之后就不会再走丢了，多加几次，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说实话，微信号也会被封，但是微信号我们一般封了很快就能解，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扫到我们的微信二维码。每周正常还是直播3场。我们现在以后呢，会完全的精细化的去运营我们的这个私域。未来大家在公开平台，可能看我们的直播要随缘佛系，但是在我们的私域，我们会把它运营的越来越好，越来越精细化。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加到我们的微信朋友圈里头，我们每次的直播之前都会发我们的直播链接啊，然后呢，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为大家提供的所有的付费服务。如果说你们直接通过我的直播间下单也是一样，要去找这个二维码跟他说你下单了啊，然后让他尽快帮你去排服务，或者说拉你进社群。我们这个金贵的关系在我们这里就是绝对的正版，绝对的正版社群。我们每个社群都有管理员，每天为大家服务。去总结我们的经典案例的这个经典语录啊，都会发到我们的社群里头。然后呢，这个月底会有3天的杭州跨年哼哈专场啊，会有一个非常有力度的一个这个套餐包，大家也可以去你们的管理员或者是客服去了解。我们现在的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好吗？对，郭晶晶还有也你知道吗？郭晶晶就是他们家最好的社会名片，懂不懂啊？郭晶晶像这种奥运冠军，政商2届，没有人会不尊重她，没有人不得给她3分薄面呐，明白吗？你有吗？天天郭晶晶，郭晶晶。来下一个来。
小茉莉没连我，小幸运也没连我。J 的 Q 吗？是 J 的 Q 吗？大家把我们的那个直播分享一下啊，分享出去，分享你到好，群里。Hello，你好。你好，哎，曲曲你好，我有点紧张，然后我一看到这个曲曲呢，因为我是姓曲，所以我每次叫你曲曲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是大曲，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简单说啊，就是我现在已经41岁了。然后就是属于就是八大美院艺术类的硕士，一直没有结婚。然后前6年呢，因为身体不好呢，就没有收入，就一直在从事那个创作。但是呢，有些插画就接一些这种商业的插画活。但是因为一直身体不好呢，就对这个婚恋呢，就加上年纪大吧，就是没有做过多的那个期待。然后现在自己资产只有50-60吧，然后还有一套杭州的 loft。然后就是1年前，我认识了一个男方，但是我跟他10年前就是微信是一个大家一个圈子里的啊。然后男方是54岁，然后是大学教授，丧偶，就刚刚丧偶，然后有一个儿子。因为他自己呢也有项目，他具体收入呢到现在也不清楚。我们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呢，就是本着诚意往这个婚恋上走的。那他现在保底就是1年肯定是有60个 W 的，然后我们现在是恋爱1年零2个月，他付出了有80个 W，然后本月就是这个月的本来20多号就想领证了。但是呢，他之前是告诉我说，如果要孩子的话呢，就是他有一个自己的房产，他有2套房产给他儿子了，有一套自己留着呢，是说把这个250的卖掉之后呢，给准备生孩子，包括这个以后要买房子啊什么的，放在我手上。然后现在包括以后这个就是结婚后啊，婚后每个月有1个月有3万的生活费，然后现在打算领证了，他却告诉我说这个公司那个房子因为公司抵押出去了，然后我们那天已经约了那个就是行政那里就是叫什么婚恋中心已经约了日子了。约完之后，他告诉我说：“他说，你自己想清楚，万一今后我没你想象的有钱，你别后悔哦。因为我听过你很长时间直播，就是说男人在说出来任何一个话，他都不会是随意说的。然后他之前呢，你看这个房子也抵押出去了，也就是说现在不管是买卖还是过户给我都是不行的，因为在抵押状态中。然后呢，他说我现在的生活费我不能保证一直有，也只能保证前半年有3万。然后我当时我就说那就算了，不要。”就是那就算了，你这个就是一直在紧缩，然后我也不知道，之后会过上什么样的日子。然后还有几个细节啊，就是他在之前跟我提过，之前给我的手上的80个 W 他要回去一部分炒股。我说我对股票我是这个纯艺术生，脑子比较简单，我说我对炒股这个不太了解的东西，我不愿意去掺和进去，而且不愿意花那个时间。然后再加上他说有一个要办一个公司，要写我的法人，然后有60的股份给我，我也没做着，因为我不懂商业，我不知道法人我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然后现在就是等于说是临门一脚啊。然后他从那天就3天前，我就说算了，那就我们就算了，就彼此这信任度不高，你经济首先也不透明，然后现在婚后又要紧缩我，房子也没数，我就想解除这个事情。然后我想问的是，现在我这个情况，如果他万一回头，其实我脑子想的是不要回头，因为他好像很理性，或者这个诚意不足，不知道什么感觉啊。然后我想问一下，现在是否应该就我这个情况啊，是否应该走入围城，准时赴约领证，还是说他提什么条件的话啊，然后还是说如果我退出这个关系，我现在这个年纪跟状况怎么样一个走向？我本人是想走那个雄竞道路的，但是41岁嘛，多多少少搞艺术的，我之前积累了一些作品，我也不知道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市场的效果，所以想听听您的意见。你是41岁是吧？对，41。你原来有婚史吗？没有，而且我没有小孩，没有婚史。我跟他是第一个恋爱，就是第一次谈恋爱。我之前因为6年前，我在6年之前是
高校老师，我读研读的晚，然后出来当高校老师之后呢，身体不太好，我就辞职了。然后这等于说这6年一直在自己边养身体边创作，也顾不上这个谈恋爱。人可能之前有点自闭吧，就搞艺术，很纯粹的那种搞艺术的那种，也又有点自我，然后谁都看不上，但是自己的能力还有限，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你那个80万，他是为啥？是他给了你80万是吧？他不是一次给的，他是刚开始说女朋友每个月有2万的生活费，然后中间他跟一个女的出了点事儿，给了10几万的补偿，然后后来七七八八的，他说，哎，那个婚前要有彩礼，彩礼给了40，他说等到结婚那天，就是等到领证当天，他那天也跟我说了，领证当天上午再给你60，然后下午去领证，他可能是怕我跑吧，然后就说，领证当天再把那60的彩礼给我。但是现在就是等于说那个彩礼给了我40了，然后再加上他之前七七八八给的生活费有40，总共80。你们俩是一共在一起多久啊？1年零2个月。1年零2个月了，然后他每个月一直固定都在给2万块钱生活费是吗？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这个男的啊，其实你只需要去把他所有的征信打一下，然后呢，你让他把他所有的这个征信打给你看。他是不是没有什么欠债呀，或者这个情况？好的。如果说这些东西是干净的，其实，只要证明他不是骗子，懂我意思吗？证明他不是骗子，我觉得你这个婚是可结的，因为虽然说前面听下来啊，这男的已经非常不靠谱了，但是你结合到你自己的条件来说啊，对。你如果说往下走，如果说这次你放弃的话呢，我是建议你连同婚姻的事儿一块儿放弃。对，我是这样想的。要放弃就是彻底放弃婚姻。如果你想要小孩，你就赶紧去做。对。如果你不想要小孩，那你就彻底把这事了断掉，因为你太容易遇到骗子了。对。但是这个男，毕竟你也处了1年多了，而且他也一直在给生活费，而且也给了新的彩礼。实际上，对于一个41岁的女性来说，这个男的还能拿出这么多彩礼，其实已经很好了。是的。至于他为什么要跟你说什么给房子的事儿？其实我觉得有点没有必要。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跟他聊的这些东西啊？没有。实际上，对于你的条件来说，他根本就不应该跟你聊这些什么给房子的事儿。明白。就是他没有必要给你这个东西。然后我现在看不明白，他是以前您那个直播间里说的他是皇帝男还是生意男？因为他虽然给吧，他老是要往回倒。然后呢，然后他比较看重我的是我的一个这种大概率是生意男的，这个大概率是生意男，对，这个就没什么好。大概率是生意男，那又怎么样呢？那我意思说，如果生意男，我的脑子又不是精于算计，我是想，如果过日子嘛，以后这么跟他算计，我是会很累的。他是一直在，就是我是认为是比较算计的。然后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说什么呢？到时候他是看重啊我的这个什么光环，以后有可能会什么就是有点名气啊什么的。但是我担心，如果以后我过的日子总是跟这么一个很算计的人在一起。我的日子会虽然有生活的保障，但是其他的付出七七八八也不会少，甚至会影响我的创作。所以，如果是这样，你就彻底断了结婚这条心，断了心哈。而且是无论有多少个男人跟你说这件事儿，你直接就是拒绝，就结婚还是不适合我是吧？就是你已经走到这一步了，然后你还害怕一个男的太普通了，影响你的创作，拖累你。不是，如果是这样，你就不要再想这件事儿了。要不然的话，总有会人给你吹泡泡，给你造梦，最后就给你骗了。那就是说，如果抛去其他的，就他这个条件对我已经是还可以了，对吧？他大我13岁，然后还想再要个孩子。起码他能给你，他能1年多能持续的去给你生活费，然后还能拿出40万彩礼，已经给到你了。就是这个动作，其实已经是很好了。基于你这个年龄来说，包括你的收入，你的收入也就你说1年就40。谁我？啊，我现在没有收入。你看你都没收入，这男的还能做成这样？就这种已经就是打着灯笼找的了，已经叫。那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天我因为可能是就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就是受情绪驱使。我当时他说完这个话，我就直接说，我说算了，不结了。
然后他说那好吧，他本来说你冷静冷静，然后说那好吧，然后现在就是几天都不再联系了，然后我们快到这个领证的日子，我该怎么挽回一下嘛？如果我还想结婚的话，直接说就行了呀，直接说就行了，你就说你我能想接受。明白了，这些东西觉得还是你那天冲动了就好了，自己找个台阶下。但是我说了，一定要看征信啊。哦，那我现在就说，如果我本来是想他如果找我，我把他的征信提出来，拿身份证去查一下一起，因为我怕他之前太早说什么你找他是一样的，你找他一样的可以。我不找他可以自己可以查的哈。你找他也可以，不需要等他找你。明白。我就本来以为他开条件，我说那你查查征信，然后我们确定了就领，我可以找他再看一下。你已经不在那个年龄那个范畴里头了，不要把自己当一个大小姐这么搞，好吧？行的，好的，好，谢谢，哎，好，再见，再见。凡事先看自己是什么情况。前面听那男的觉得挺差劲的，后面再听完，突然发现我操，好像也没啥毛病，是。哎呦，艺术家，你们怎么搞男人的艺术家跟女人的艺术家怎么差别这么大呀？我看那些男的艺术家，感觉不弹个180个的都没有灵感。你们是怎么可以在一个男人都不谈的情况下还能搞创作的啊？男人的艺术跟女人的艺术做的都不是一个维度的艺术是吗？为什么男女之间的艺术家差别这么大呀？我们这边有很多客户接触的也是，就是他们的男朋友也是男的艺术家什么的，好吓人的嘞，那都玩的蛮花呀。搞不懂了，你们说40几岁了都没结过婚，还没谈过恋爱，重点是没谈过恋爱，还没收入，现在你还能找着一个男的救济你，真的可能你太有艺术家的气质了，是吧？来，大家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扫一扫啊，怕走丢我们直播间的宝宝，右下角的二维码扫起来，然后找到我们的微信。好不好？就不会走丢了。然后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付费服务。大家如果说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头直接下单了的，也一定要去找客服啊，找微信的客服去跟他说啊，你下单了。如果说你下了金贵的关系，你就要让他把你拉到金贵的社群。如果说你下了这个咨询服务，你也让他赶快把你跟这个导师拉群啊。我们月底会有3天杭州的线下哼哈跨年专场，现在呢，我们一共是30个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大家想要去的啊，赶紧去找你们的社群管理员，或者说找客服去下单。OK， 我们这个直播间里有男的，但是我们这个直播间踢不了人，也禁不了言。这个直播间主打就是傻，有点不太自主，就是只能看，只能用基本功能，就是看啊。来下一个。小幸运没连我，曲奇饼没连我，耐酱。Hello， 你好。喂。你好。说话。喂。哎。哦，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哦，突然到我了，有点紧张。等一下。好，我的基本情况是这样子的，我是在一个这种应该是属于18线城市吧，就是差不多人均工资在3000左右的那种。然后我自己的话是一个公司的高管，年入的话差不多10个 W 左右。然后我是围内，然后对方就是男嘉宾的话也是围内，然后他是我公司的就是老板，相当于就是董事长的儿子。你没有写稿子吗，小姐？写了，可能有点紧张，不好意思。照着念啊，照着念，不要现编，照着念啊。好的。然后我们在一起4年，然后他付出的话，加首饰包包，然后包括现米的话，一起大概有70个 W。
然后我们在一起4年的话，今年的3月份左右，就是他生日那天，然后结果被他围内，就是他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被他围内看到了信息，然后他围内就反正经过安抚了拉扯，然后他围内也没来找我，然后就现在都安抚好了。但是因为他陪伴我少了，然后我就整个人就是可能也是比较看重感情吧，然后整个人就很焦躁，然后就跟他闹了很多情绪。然后期间他当天被围内发现的时候，他第2天找我的时候，他当时是说有给我意思说给我100个 W， 但最终实际上在后面的时候他只给了30个，等于给了30个，而且我也是接受这个数的，只是说在给的时候他是每个月的给，然后而且还是在我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下，就是一点一点去，就是可能我比较作闹，然后给了之后，可能因为他看到我情绪一直这样子，可能也没有太理解他，然后最终他在9月份的时候，就是他原本答应要陪我，然后没有陪，然后因为他是说因为小朋友的关系，然后生病了，然后他要去怎么，然后我就生气了，作闹，我就提了分手，然后写了小作文分手。然后其实事后他也一直在找我，但是我也很坚决的，就是当时就是赌气，然后分手了。分手之后在10月份，就是我自己就国庆之后我情绪有点反复嘛，就是分手之后半个月，然后我就又找了他，因为他又给了我3个 W， 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中秋节之前，然后他就又拿了3个 W 给我，然后给了之后他当时给我的时候我说我不要，然后他给了我他就走了，然后所以在中秋节和跟国庆不是连接很久，连接比较近嘛，然后国庆我就又找了他联系上，然后现在的结果就是在联系上之后，可能因为我不太会处理关系吧，所以导致于我们2个人还是很僵，还是需要陪伴，他就觉得可能我改不了，可能还是需要陪伴，但是他又给不了我陪伴。然后这一点，然后就是现在就属于就是在一个公司能运得到，但是2个人就是刚开始是互相躲着，然后在昨天，然后又遇到了，他就又他说看我笑得很甜，忍不住发了信息给我。我的问题是，首先这一段关系有没有挽回的必要？然后第2个问题是，如果要挽回的话，要如何挽回？挽回后我要怎么去相处？我可能说快是吧？你问完了吗？你觉得这男的有价值吗？你就是缺个人陪，不能去找个单身陪吗？你自己是围内吗？对。你自己是围内是吧？对。然后你家这个不陪你？对我跟他常年都在异地。常年异地，那就去找个有时间陪你的不就完了吗？不就简单了吗？你不就是缺个人陪吗？这精神巨婴，缺个人陪，你的核心诉求就是缺人陪，就找人陪你不就完了吗？但是2个人就是需要你挽回吗？这男的需要你挽回吗，大姐？这男的根本不需要你挽回，他自己就是个秃羊，妈穷的叮当响，出来有一个人玩就不错了。只要你别扯得别人妻离子散，他是很愿意跟你玩的。你需要你挽回吗？他没价值，他在外面找不着，他不需要你挽回。只要你别太烦人，人家都不会跑，就这么简单。那他是属于哪一种呢？他是属于哪一种？属于啥也没有的那种，属于就不配让我分类的那种。他有这么差吗？因为他很穷啊，当然有这么差呀。在我这里就是我只给大佬分类，我不给穷男人分类。这男的又没钱，我给他分什么类啊？可能确实我这个不是大佬级别，但是在我们这种18线小城市的话，可能他还是非常。我不管你在什么城市，大姐，事情的核心逻辑很简单。这男的也不是很有钱，他能扒着你玩，他也挺开心。反正你的消费也不多，对吧？前面妈在一起4年花了70万，我没听错吧？4年还是5年？今年是第4年，对。4年花70万，对吧？我没听错嘛？你说你又不贵，对吧？他跟你玩也挺开心，也不贵。只要你别搞得别人家里鸡飞狗跳，他都是愿意跟你玩的，压根儿不需要挽回。你
你的问题是在于你天天要扒着别人陪你，别人没有你这个身份，他怎么陪你？他不是你老公，他怎么陪你？他只能就是花钱出来有空消遣，这个就是你们俩之间关系的本质。要人陪就找个能陪的，对吧？这个男的嘛，他愿意给米嘛，你愿意要你就要；他有时间跟你玩嘛，你愿意玩你就玩。他没时间的时候呢，你就该找谁玩找谁玩，这个关系不就平衡了？就是这么简单。你需要在这个人身上动脑子吗？还挽回？挽什么回啊？这从头到尾就没跑过，挽回什么？就是之前我们在就是他刚开始追我的时候，他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因为本来我自己也知道这种违类关系不对。啊，不是，你跟我说这个是想表达什么？好吧。表达什么？就可能想讲清楚，然后不重要啊。你这些信息为了表达什么？你是为了我刚刚跟你讲的这些东西，你有什么观点是不认同的？没有不认同，只是我可能因为我自己可能也放不下他吧，就是但是我理智又告诉我，哎，不是我让你放了吗？你想干嘛嘛？你想干的事儿，我不是帮你，我告诉你怎么办了呀？我也没让你掰，对不对？我没让你撤，我又没说你啥。那我要就是我自己现在也不是很自洽，就是一下理智告诉我就是应该反正分了就分了，就不要再回头了。但有时候大姐，你怎么都听不懂话呢？没有人要跟你分，大姐，你又不想分，你在跟我瞎白活啥呢？说些废话。你又不想分，那男的也没有要跟你分，你在都是聊什么天呢？到底在？谁说要你们俩分嘛？你们俩锁死不就完了吗？没人要你们分呐。你的问题到底在哪儿呢？我已经告诉你了。就是我们两个人确实是分了，已经分了。没有分，只要你不烦他，他就会来找你的。我们没有联系，也就昨天他自己忍不住发了一个信息。我说呀，只要你别烦人家，人家就会来找你的，因为他也找不到又便宜又好玩的，他还得转到你这儿来。只要你别烦人，只要你别闹得人家鸡飞狗跳，是不是这个道理？哪里会分呢？你们分什么玩意儿？你分给我看，你说给我听。挂了个电话以后，然后又长相厮守，这有什么好聊的呢？这个天儿。那我就再问一个，就是像我违类这一块啊，就是我们在一起，就是我是刚出社会的时候，然后就跟他在一起了，但是我们在生完小孩之后，我们就常年异地，然后基本上就是他是属于就是常年异地，对我不是很关心，然后对孩子现在也是一直不管不顾，就是我其实也在想，就是这个违类关系有没有，但是工资的话他是会打，就是会拿一部分给到我这样子，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关系。这个关系你当它不存在不就完了吗？它这关系你要思考它干啥？它就是个空气，你这有什么好思考的呢？他不管你，你思考什么？他是想回的，但是我们两个人可能是因为我们要买房呀，然后就是因为经济生活嘛，所以他就一直是在外地。刚开始因为他是属于那种不上进类，不是，然后这个人没有影响到你什么，他一直想回本地，也就是说回本地，然后他是属于就是说比如说我上了班了，我觉得我攒了一部分了，那 OK， 我不想上班了，我就想回来过日子这种。但是实际上我又是会觉得他这样子，我就不晓得要怎么跟他相处，就是感觉不想嘛，你就让他在外地，不要让他回来嘛，他继续给钱不就完事儿了吗？按你的想法来，你不想让他回，你就不要让他回，他继续交钱，这不挺好吗？就是我也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就比较乱，一下理智，一下又不理智。找点事儿干吧，好不好？你太闲了啊！你这个班上的也太闲了，不行找点兼职干干，行吗？脑子里充斥的没有用的东西太多了啊。好的。你们很多时候听不懂我说话，我说了半天呢，我跟你们就是跟他对话呀，不同频，说了半天听不懂我说话，
对吧？我说的东西，我感觉他压根就没听懂我在说啥，他还觉得我在嘲笑他，我没有嘲笑他，我说的就是方案，我说的就是方案，就是我说的就是因为你也不想分，那男的也不想分，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个就是事实。他们老觉得，哎，我们已经分了，你们那是嘴巴分，嘴巴分，知道吧？嘴巴分，身体不分，是不是？因为什么叫做嘴巴分，身体不分呢？就是嘴巴上说我们分了，他也说了我们分了，我也说了我们分了，但是只要他一勾勾指头，你就会去；只要你一勾勾指头，他就会来。这个叫分，这个叫分吗？对吧？只要他一勾勾指头，哎，我还是想跟他好；只要我一勾勾指头，他又觉得，哎，他也想跟我好，这叫分。你这分的个什么东西呢？分给谁看的呢？演戏演给谁看？没人看，你们俩独角戏，对不对？所以本质是你们根本两个人都没有想切断这段关系，你给我们这个第三方说这个东西干什么？对吧？只要你不要让别人鸡飞狗跳，那个男的绝对就会来找你，对不对？只要那个男的还愿意来找你，你就绝对还愿意跟他好，是不是这个事儿就是这个本质，对不对？所以你们理解的分是什么啊？那个叫那吵嘴，耍嘴皮子，是吧？我们两个人说了分了啊，分了，结果呢，没联系个3天5天又来了，又回头，那分了个什么玩意儿呢？对吧？只要你不渴求陪伴，只要你不渴求这个男的天天情绪价值，他就不会跟你分，因为对他来说他没有损失，只要对他来说没有影响没有折损，他就一定还想延续这段关系，对吧？你嘛很简单，你就是控制住自己不要又吵又闹讨人嫌，对不对？你就再找一个3方一制衡该有人陪有人陪，对吧？这个反正你也喜欢你也放不下，就一起就好了呗，是不是？我跟你们给的真的是解决方案，真的不是在笑话，对吧？还什么老公常年在外地要该怎么样？你有啥理智？什么感性理智的？两个人常年都不见面，有什么好感性不感性，理性不理性的干什么呀？常年不见面就把它放那儿不就完了吗？维持现状，钱交回来，自己该干嘛不就结束了吗？是不是脑子里面想的没有用的东西太多了？对不对？脑子里天天琢磨这些不值钱的这些事儿，又不出结果，又不挣钱，不知道想这些事干什么。有这个脑子想这些事儿，不如出去干点兼职，真的，干点兼职，反正这些男的还是会围着你转的，对吧？这个男的他该找你还是得找你，他该给你钱还是得给你钱。那个男的他该在外面给你当天选打工人，他还是得给你当天选打工人。你什么都不用变化，只是说让你的脑子少动少转，少想些没用的，莫名其妙，对吧？耽误时间，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精力去搞点什么兼职，一个月可能还能多挣个大几千呢，我没说错吧？有人说这个主播的声音杀伤力好强，是杀伤力吗？难道不是穿透力吗？来，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啊，大家可以扫一扫。我们当然是支持大家去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跟丈夫相亲相爱，是吧？这相敬如宾，我们是支持大家过这样的日子。但是他们的案例不是这样的呀，他们的案例不是这样的，那也不是说我给他把老公给他弄回来，让他去爱她老公。她现在的问题是，她老公要是回来了不挣钱了，她看她老公更不爽。她的问题是在这儿，咱们当不了这个圣母啊，对不对？咱们能说，你看你让你老公回来吧，你们俩好好过日子吧。她心想，他回来他不赚钱，我跟他好好过日子，那我看着他我就来气。是不是？这就是他后面要讲的话呀。你们这是往哪儿劝呢？对不对？劝的这个东西他都不想要，你劝了他干啥？是的，这个就是我为什么那么遭人恨，你知道了吧？我遭人恨的理由就在这儿了。我总是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把他没有说出来的那部分话给他说出来了。来，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大家扫一扫啊。扫一扫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客服小助理，然后呢也能看到我们的朋友圈。我们每周直播3场，直播之前就会在朋友圈里面给大家发我们的直播链接。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服务啊，我们的咨询、语音咨询、文字咨询，还有我们交朋友的闺蜜圈以及这个金贵的关系。
大家如果拍了的话呢，一定也要去联系这个小客服啊，让他来赶快帮你拉群，开始服务，好不好？然后我们这个月末呢，有3天会在杭州做线下的哼哈跨年专场。哼哈10点半跨年专场啊，然后会有一个非常给力的一个套餐包，我到时候会跟大家一起，30个名额，目前呢已经所剩无几了，好不好？大家可以去找你们的这个社群管理员以及客服去问一下啊。是在哪儿播？你们别管在哪儿播，总之就是能看就行，能看就不错了啊！别管在哪儿播了，好吧？平台不重要。能听见吗？哎，你说。哎，你好，我有点感冒，嗓音可能听不太清。是这样的，我一直看您直播，我是朋友推荐的。我觉得看你直播确实挺能给我一些力量的。我的基本盘是我今年94年的，相貌8分，身材5分吧。之前年收入大概在50左右，实体店主，但是那个店是对方出米开的，对方是三线城市的地产大佬，大概有10来个目标。房产加米的话，差不多给我500个这样，并承诺明年在多长时间给500个？大概有，就是我俩认识近10年了，就是加起来4年的时间吧，这4年给的比较多。并承诺明年在1线城市全款买套房子，也在500个左右。他是74年的，有过一蓝一粉。认识了10年，就是我把这近4年的时间是全心跟他在一起的，感情还不错。但是他应该是在外面也有很多那种小野花呀什么的，主动夹娃娃有2次，身体原因没能保住的有2次。现在呢是有一个小篮球，已经3个月了。就是这段时间有了孩子之后，他不怎么回家了，甚至信息也不怎么发了。就2个人等一下，你刚刚说你现在有球了是吗？对。几个？1个。1个篮球。对。他现在有3个月大，有3个月大。对，已经生完了，就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他就不怎么回家了，信息也不怎么发，就2个人感情直线下降，亲密互动也很少了，他会找各种理由拒绝呀。就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有点感觉落差很大，接受不了，纠结了好几个月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关系了。我希望旭能给个方向，或者我是不是要找对方去谈一谈？你找他谈是有前提的，前提是他愿意跟你谈。对，他有点抗拒，对方都不跟你谈，你们跟人家谈什么呢？谈棉花呀？你这个要这个球，当时2个人达成共识了。达成共识了，因为我身体原因那2次的话，他就一直安慰我嘛，说以后养身体肯定会有的。就是也特别巧的是，就是没过多久，大概半个月吧，因为我第4次那个还挺大的，都马上要生了，就过了半年，然后又怀孕的，后来就生了这个孩子。那么你生之前他有给什么物质保障吗？就是说在1线城市给买一套房子，就是想按我的要求，就是买一个大一点的。买了吗？500个左右，因为我近期没有去那边，我们过几天要带着孩子出门，等回来的时候买。他这个房子的话，应该是肯定会给买的。那就先把房子买了呗，那你管他什么回不回来干嘛的？你干嘛呀？你跟这谈爱呢？你在这扯淡呢？他就是觉得这个心理落差还挺大的。有啥好落差的，大姐啊？生了娃了，你就已经是他们家里的一个，说白了一份子了，对不对？这男的本来他就是个多偶男，你也知道，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多偶难的情况下，外面还有年轻的、漂亮的、身材好的、身材没走形的、没生娃的，对吧？说个不好听的，各个器官非常紧实的，这那么多人等着他，他当然是轮不到你这儿来了，就是很正常的个事儿。我就是这感情上吧，有点接受不了。你接受不了也得接受，硬接受，好吧？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因为我感冒出来住了。他过来了之后，就是他本来说晚上在这儿就不走了，结果了，就是他非常抗拒就跟我在一起，就好怕我要对他做什么一样。那是因为他刚刚在别的地方消耗掉了，懂了吗？他说他要回家，其实我感觉他昨天晚上应该没有回家，他今天早上来陪我吃早餐的时候，他就说话就是说漏嘴了自己。姑娘，不要在自己改变不了的事情上挣扎。是我还挺想着就是跟他就是谈一谈，或者是我有点接受不了，因为我这谈是没有用的。哎，不是，嘿，你要么就去看心理医生。咱们俩说话的时候，你别在那搞啊！我跟你讲啊，谈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个男的不会跟你谈，你越谈他越烦。你是在强行需要他关注你，强行让他回来爱你，他不会，他做不到，因为这个东西是他内心的感受出发的，他的身体的感受出发的，他的心，他的身体现在有更好的寄托位置，所以他不可能跟你去谈这些爹爹婆婆姑娘那些鬼事儿，懂吗？一开口就是讨嫌，你不要自己在那讨嫌。我其实还是我是一个特别想要结果的人，要么好，要么就分开。你看啊，你来来去去的就说你想干嘛，你怎么想，你想要什么，所以呢，你有话语权吗？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什么都不做。你做什么？好好的让自己每天开心起来，该出去交朋友，让自己重新美起来。如果你的身体状态、你的情绪状态不能让你重新具有性魅力，那么这个男的他就不会再跟你两个人搞这，懂了吗？这就是本质。就是你用乞求的方式跟他聊天没有用。如果我要是想跟他分开，其实我也纠结了好几个月了，就是想断了这个关系。大姐呀，你把房子买了再聊这个天好吧？你断了这个关系，你看你这个样子，你像能断了这个关系的样吗？你先把房子买了，你把小孩现在才3个月，你起码让孩子长到个1岁2岁，你再来思考这个问题。好的。还有问题吗？你愿意去1v1吧，虽然说我很不想让你把你的这个负能量带给我们的导师，但是我觉得你很需要帮助。其实我每天我也不是负能量，我就因为我今天是嗓子哑了，我说话声音不是这样的。你非常负能量，姑娘，这不是你哑不哑的问题，是你阐述的逻辑的问题。你的阐述逻辑现在就是在渴望一个男人通过因为怜悯啊，因为责任啊，因为曾经的点点滴滴回头来爱你，这是弱者思维，因为这是不现实的。男人只会因为你看起来很光鲜亮丽、很美、身材很好、很 S 型，爱你。就是他现在他这个心理，我不太，就我觉得又了解。我刚刚跟你说的这句话，你哪个地方没听懂？好。还在他什么心理呀？什么心理？有更喜欢的，有身材更好的、更漂亮的，套着呢，就这个心理。什么心理？在你这没心理，没想法。明白。
好。就我跟你们讲的话，你又不能接受，那聊啥呢？是不是不能接受？那我跟你们说的东西是很现实。那我跟你说什么呢？我安慰你，哎呀，你别想那么多啊，他还会回来的，是吧？他会回来的。这段时间啊，你先把自己搞好。我怎么跟你们聊天啊？我跟你们说，有些东西就是要一眼看到底，知道吗？千万别在那自欺欺人。自欺欺人干什么？天天拿感情说事儿，到时候心想，是不是他压力大了？要不然这个房子我先不买了吧，我要给他减轻压力，也许他就会爱我了。我可不能把你们这个逻辑导到这个屎样的方向上面去来，对不对？你们到时候跟我盘情情爱爱的逻辑，到时候这也不想要，那也不想要了，觉得这也可以缓一缓，那也可以等一等了，你们见了鬼了呢，对不对？本来人家就是多偶，多偶嘛，本来就是琳琅满目，任君挑选，对不对？前面苹果、柿子、草莓、西瓜一大堆，对吧？今天想吃柿子了，明天想吃草莓了，后天想吃苹果了，对吧？就这么个事儿。你何况你现在什么又带球，什么球3个月，你又在这刚刚恢复也没恢复明白，对吧？他能喜欢跟你那个啥吗？他这么多人对比，他想跟你亲密吗？他为啥跟你亲密啊？他从视觉上，他从感官上，他现在就是不想干这个事儿。你在做这种选择，你在选这种男人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这一天是必然，是不是必然？因为他有的比，他不是说这个男的你在他面前就是一盘菜，他只能吃这，没办法，对吧？他有的比，你就是那个后宫林林总总中的一个，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必然结果。赶紧用理智，对吧？推动自己，不要情绪化，因为你一情绪化，那个男的就会觉得抗拒，很烦，对不对？每天可怜兮兮的干什么呀？我是缺你吃了短你喝了，你那可怜兮兮干什么呀？是不是这个反应？你每天不能把自己的这个日子过好啊！我不来你能死还是怎么着？他是不是这么个反应？你每天要欣欣向荣啊，对不对？开开心心啊，大大方方啊。我做不到，我想让他回来，但落差太大了。你是不是傻缺？你多去找几个男嘉宾，会不会？多去找几个男嘉宾，看看有没有人赞美你，有没有人喜欢你，对吧？首先是把自己的能量调节明白，你的能量就是个衰，你的能量就是个荡，就是个负能量，就是个乞求、可怜、弱者、弱势群体，他妈受害者。别人给你买房子，心想着我他妈花几千万给你搞房子，到时候你还是跟我在那扮演受害者，我这个钱是打水漂了，对吧？你们看看以前那个古时候那个皇帝，记不记得哪个天天在那搞得个要死不活那个鬼像的，对吧？不都是面临这个局面吗？你们已经走了一个多偶男的这个路子了，怎么办呢？娃也生了，对吧？娃也生了，你想干嘛呢？你想独占人家的情感，独占人家的身体，怎么可能的？不可能的事情，你在纠结个屁呀！我们在无法改变的事情上放弃挣扎，对不对？无法改变的事情上放弃挣扎，你改变不了他，人家是咖位，对不对？人家是金主爸爸，你改变他，改变个鬼！你就改变你自个儿就完事儿。任何时候随时随地调整，保障自己的能量，永远在一个非常开心、明媚、欣欣向荣、积极向上，永远保持自己这个状态。这个男的，我跟你说的蛮简单啊，他今天就是吃这个苹果呀，吃齁住了，吃腻住了。他去换草莓，换荔枝，啊，换香蕉，换啥玩意儿？但是他换完了一圈，最后是不是还得回头再来吃这个苹果？懂吗？他兜一圈，他就又回来了。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这个苹果不能烂，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个苹果虽然我吃腻了，但是任何时候，这个苹果我只要看见它，它就是哎呀锃光瓦亮，
是不是？笑色可餐，白里透红，是吧？每次我看到这个苹果的时候，这个苹果的状态都非常好。我是不是绕着一圈没东西吃了，我还是会想来吃苹果？或者说我绕着一圈这些东西都吃完，最近觉得好像哎呀，好长时间没吃苹果了，再吃个苹果吧。虽然啊，我讲的这个东西可能从女性的角度去出发，会觉得有那么一丝丝的悲凉，对吧？可能对于很多独立女性来说，对于自己赚钱的女生，对于走雄竞赛道的女生来说，你们听我讲这个东西会觉得怎么就不能自己搞？是的，但是你要知道她的处境是什么，对不对？她的处境现在就是在这个果篮里头，没办法，她只能在这个里头去动脑子，是不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果篮里头琳琅满目的水果的这个事实，但是我能保障我自己的新鲜度，就完事儿，对吧？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保证不重要，我是靠花钱保障，我是靠美容保障，我是靠锻炼保障，我是靠出去交朋友保障，还是我出去找别的男嘉宾给我自信保障，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最终保障的就是任何时候我这个金主爸爸一眼看到我还是锃光瓦亮。就这个路径，想掰掰不是不能掰啊。什么我想离开，他这个状态他离得开吗？这不是离给我看？哎，你们说离开是说给我听的吗？是不是说给我听的？孩子要养，房子还没买，哎，男的嘛还爱得要死要活，你跟我说离开有什么用啊？对不对？离开是需要基本的，离开是需要基础的。我要规划，我现在离不开，我得认知为什么离不开，我情感上离不开，物质上离不开，对吧？孩子脱不了手，方方面面现在困扰着我离不开，怎么办？我想离开，因为我知道离开才是光明，对不对？我是阶段性的被困在了这样一个局里头，怎么离开？我是不是要去把这个局盘明白，做准备啊？对不对？原来我不懂，我是爱啊，我是用情了。我今天遇到这个局面了啊，孩子下来3个月了，发现这个男的已经迅速冷淡了，已经不想碰我了，这个是不是事实啊？我在基于今天这个事实在看，我是不是明白了没有那么多爱呀？对不对？没有那么多爱怎么办？我的爱要逐渐抽离呀，对不对？什么时候我的经济准备好了，我的情感抽离明白了，我是不是就可以离开了？怎么抽离？身体先行嘛，对吧？钱上面，哎，该哄，对不对？情绪价值该给，米该要，房子该买，对吧？这些东西都做好，然后从身体上面怎么说？没事，我去玩嘛，慢慢的把我的爱他的那个血啊，给他迭代掉，对不对？给自己换一换血。怎么换呢？出去认识人，交朋友，喝酒，吃饭，聊天，感受这外面的世界的男人对于我的赞美，对吧？实在不行，哎，几个男嘉宾在，对不对？是不是补胃？慢慢的不就换出来了吗？你到时候不就是物质到手了，情感抽离了，人不就自由了吗？它是不是需要时间呢？你要规划呀。你永远沉浸在现在这个情绪里，不肯承认你离不开，你天天就想干嘛呢？我现在走吧，其实你所有的走都是为了对方的反扑，对吧？讲不讲是走什么玩意儿？你走给谁看？讲不讲是的，我走了，然后呢，回头看这男的来没来啊？找没找我？反没反扑？他是不是现在愿意跟我2个人呵哈哈了？自欺欺人干什么呢？那这个男的不反扑呢？你是不是又舔哈哈的舔回去？越搞自己越没价值，越搞自己越低位，对吧？所以说面对自己，离不开就离不开，离不开我就好好规划。我真的能离开了，我还需要跟他俩商量，我还需要来跟曲连麦，需要内心期了呀，对不对？是直播啊，是直播。你们看我的衣服没看过就应该知道是直播呀，对吧？我的衣服基本上常常还是不太会重样，是吧？基本上不太会重样。来，
大家右下角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啊，扫一扫，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朋友圈，就不会跟我们走丢。我们现在依然是每周播3场，每一场开始直播之前都会在我们的朋友圈里头去 po 我们的这个直播的链接啊，然后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付费服务。大家如果想要去咨询的，或者说想要买我们的课进我们的社群的，直接可以在这个小黄车里面去下单。但是你们下单完了以后，也一定要去联系我们这个二维码的客服，让他帮你们拉群，开启服务啊。然后我们这个月月底有3天，我们会在杭州做线下的哼哈跨年专场。我们现在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大家可以再去拼一拼手速啊。来下一个。你们去1v1吧，刚刚那姑娘急需1v1，能量太弱了。Sophia 没连我 ，CI 蛐蛐好。Hello， 你好。我是金贵的学员，然后我的基本盘是今年33岁，颜值身材是7分，家里是超一线城市，资产有1个小目标，然后现在坐标是海外，年薪500万。男嘉宾的情况是他在海外和我是同城，然后是亚裔，32岁，他是像高富帅学霸，然后人呢相对简单，但是理性的那种理工男。整体感觉很清爽，然后他在经纪行业工作，工资比我高，然后是属于中产高知家庭，然后父母家庭很和谐。我们是在约会软件上认识的，然后约会3个月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已经见过了彼此的朋友和他的老板还有同事，然后马上准备去见他家长。这些就推动关系的事件都是我提出的，然后他就是爽快答应，并且立刻做到了。在交往期间也都是他主动安排约会，然后很体贴，很会给情绪价值。约会买单也很大方，就从来没有让我买单，经常是请我吃高档餐厅，3个月就吃饭花了10多万。他之前只谈过1段大学的正经的恋爱，之后都是女生去扑他的那种 PY。他说的之前在拼事业，现在事业稳定，想找谈婚论嫁的对象了。我是他大学后第一个会带去见家长的女生。我的问题是我在交友软件上写年龄是31岁，实际上是33，比他大1岁。其实他在软件上写的身高是185，后来他告诉我是184。他之前说过他想找和他这有啥区别？185、187。他说他之前想找和他同岁，就是32岁或者比他小的女生。然后他之前2次间接问过我是否是就是比如说属羊这样的，就是31岁。我就含糊其辞的说是那最近呢，我会去见他家长。他之前也就提出过要一起旅游，我因为没有准备好，告诉他我真实的年龄，然后就推掉了。最近他又提出要一起就是旅游跨年。我问题是我该什么时候和怎么告诉他我实际年龄？我知道你一般会推荐就是越晚告诉越好，我也希望是这样，但是我又怕如果他自己发现的话，可能会就是更会出现信任问题。那最近他刚给我过生日，虽然他没有提到年龄，但是难免就是在见他父母的时候会涉及年龄的问题。那如果他父母问到就是我年龄相关的问题，我该怎么回答？我是否应该就是在见他家长后，然后跟他旅游之前跟他说，然后该怎么说？年龄你既然已经这样了，那你就直接就说我当时上学改的年龄，不就完了吗？上学把年龄改大了不就完了吗？说那么多干什么？就是我在想是不是不就差了个2岁吗？差了个2岁不多呀，直接就这一个理由就可以糊弄过去了。OK， 就是因为我想会不会就比如说以后他如果去我的比如说父母家之类，他会看到一些相关的那种信息，或者是在跟其他人接触一下。你看到啥呀？啥信息啊？有啥接触的呀？就是多多少少我怕如果是跟他随便再说一个其他理由，可能他之后再发现如果还不对的话，他可能会产生更大信任问题，所以就不会，肯定还是越晚知道越好。OK， 那就是我的考虑要不然就我在想的是说，
如果我直接就跟他就是说坦白说我是当时就是写的时候，然后因为是交友软件，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就随便写了一个年龄上去，就是这种可以，但是你就不要，我跟你讲啊，这个动作没什么不能做的，我坦坦荡荡说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只需要任何时候他在为这个事情去起跳干嘛，你还能稳定住自己的立场，而且你也不怕他跑，就没问题啊。OK， 那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如果我就是比如说是我之前在因为上学或者各种原因改了年龄，这种会相对会更好一点吧？对啊，因为一句话就可以带过。身份证扔过去的时候就说哦，对啊，你说我之前改过年龄，好了，结束。我上学的时候改了年龄的啊。然后实际上他其实之前问过我这个问题，他问我说我是不是之前上学是早上学，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我就跟他说不是，就我直接就否定了，所以我觉得这条路应该走不通。不存在，就这么说就行了。你就直接说原来改过年龄，你不管是在上户口还是上学上什么东西，随便扯个理由都能说改年龄。明白 ，OK， 哦好，那这个就是那相当于时间的话，像比如说见过他父母之后，然后可能就是在跟他去旅游，也就是在年底之前可以跟他去说这件事情，对吧？因为会涉及到旅游，他会看一些证件问题。对啊，就是他问的时候你再说呀，就是这个怎么你就说对啊，你说我原来改过年龄，改过一次年龄就好了呀。OK， 明白。那好，然后下面一个就是说，如果他父母要问到相关的情况，我也是用这种方式，然后跟他父母直接说就可以了，是吧？他父母为什么会问呢？他说啥就是啥，他父母又不会看你身份证。就是因为正好我最近刚过了生日嘛，然后就难免他们会在说话之间会提到这个生日啊，或者是年龄相关的问题。我在想，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他父母如果说了问啥？你告诉我。就比如说是就祝你多少多少岁生日快乐呀，类似这种话，然后我不知道就好呀，就没事啦。OK， 你要说什么呢？你非要去接这个领子。好，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我就是工作一直很忙，然后现在呢每周大概要见他2次，就没有太多精力去多线操作。然后想问就是要不要跟他就这样一直的1对1交往下去？你都没时间多线操作，那你还问啥呀？拿不起的选项不叫选项好吗？明白。那下面就还想问一下，就如何可以推动这个谈婚论嫁？就他曾经说过，就考虑要搬到一个税收比较低的地方，并且就他的老板也建议他搬去。然后他不一定很明确这个要搬去的想法，但是很明确就一点的是，他不结婚前是不会搬到那个地方去的，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亚洲女生。所以我在想，如何就可以利用他这个可能是潜在的需求去推动谈婚论嫁吧，或者说怎么可以推动谈婚论嫁？妈呀，姑娘啊，你有个很大的病啊！你条件挺好的，你怎么那么自卑呀？你好自卑，你知不知道？你一旦被这个男生抿出你身上这个自卑呀，想要去攀他的这个状态之后，人家就不想跟你结婚了。因为我是特别喜欢这个男生，然后我觉得这个男生就是很符合。不是你的这种欲望啊，一旦在这个男的面前暴露出来了的话，这个男的他就不会那么想跟你结婚了，知道吗？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还是要往后退一点，就不要去太急于推动这个谈婚论嫁，是这个意思吗？你推，但是你的心态不能是这个样子的，你有种不配得感呢。你正常来讲，像你这样的家庭水平的女孩子，跟你这样收入水平女孩子不应该是这样的呀。我理解，但他真的是恰好是我非常喜欢那个类型，然后就是我觉得重要啊，他是什么类型都不重要啊，他是什么类型都不能更改你自己的自我属性啊。明白 ，OK。如果你这样的话，这个男生就不会，因为他会觉得你低价值，就是你们这个状态展现出来，这个对方啊鼻子闻到了，他就会觉得你是低价值。那就比如说，您可以举个例子，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高价值是应该什么表现的吗？高价值的女生根本不会像你这么去推，应该是对方推。我觉得介于他之前的那种经历，就像他之前都是 PY 关系，所以我觉得就是他能够进入一段关系，然后他就是到他可以去谈婚论嫁，我不知道这个时间线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姑娘，你可以推，但是我就是这么一说，你愿意搞搞，不愿意搞我就走了，我没什么好跟你聊的，懂吗？你的状态，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断的在塑高那个男的的价值，不断的在贬低你的自我价值。
但男的，我告诉你，男的非常现实的，他之所以会喜欢你，是因为觉得你高价值。如果你不停的在这种动作当中，让他越来越感知到这个女的好，我怕失去，这个女的好，我想搞定我，他就会不炫的压节奏，而且会杀价。对，我觉得确实是因为我觉得像你说，一方面是要体现自己高价值，那就代表说是可能要做好，就是如果就是搞不定他，然后再可以后撤，然后也可以就是很后撤这种心态。但我确实觉得就是我很不想失去，这个也是一个真实的需求。我没有办法救不了你，救不了你，就是救不了你啊。你这个问题有点严重啊。所以就你建议的心态是，就是说，就是可以随时走开的这样心态是吧？这个所谓的高价值的心态，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你现在就是说把你的价值已经完全被你霍霍了，就是你完全是把自己做成了一个很卑微的状态。但是这种卑微的状态，未来不会让你在这段关系当中得到好结果。不是说结不结婚的问题，就算结了婚，因为它是个长年累月的东西，结了婚还会有无数当中生活当中的琐事，你会因为你的这种状态会不断的让对方怀疑你的价值，不断的对方压榨你的底线。明白。好，谢谢曲曲。就这样啊，拜拜。男的就是男人是这样的嘛，他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被你惯废了。我说任何一个别人对待你的方式都是被你允许的，知道吧？如果你特别想拿下这个人，搞定这个人，越是这样，你越是要抽离，你的心态越是要抽离，因为你不能让对方感知到你身上的这种迫切。生意场上如此，情感场上也是如此。当我们要让对方感觉到迫切的时候，那是因为我想让对方上头，我采用的一种策略，而不是我真的迫切。真的迫切，一旦被对方感知到了，他就会无限杀价。这个世界上的人性的事实是什么呢？人性的事实不是说你越害怕离开我，我就越珍惜你，不是的。人性的事实是，当你越害怕离开我的时候，我就会越想办法低成本持有。这个才是人性的事实，知道吧？他的高收入跟好的家境没有给他培养出一个非常自信的状态，然后当他遇到这种所谓的高富帅或者什么的时候，他会有非常非常害怕别人被抢走的心理。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能是他怕你被别人抢走呢？你难道不具备这个价值吗？你同样的具备这个价值啊，为什么只是你害怕他被抢走，他却不能害怕你被抢走呢？对不对？你们一定要永远的想着去激发男人的就是猎人属性，是你需要让他一直在屁股后面追的，明白吗？你得到了我的身体，还要想办法得到我的精神，你一生都要在屁股后面追我，这样的关系才是稳健的，才是健康的、持久的，而且才是会让这个女生在这个关系里有绝对的安全感的。如果说你们永远就是说，不管你的自我价值有多高，你今天就像男人出去打猎呀，你是一只兔子也好，你是一只熊也好，一旦打死了拖回来了，你也就是个猎物，也就是个下饭菜，明白了吗？重点不是在于你到底是一只兔子还是一只熊，重点是在于要让他一直跟在你屁股后面追，这个很重要。跟在屁股后面追的本质啊，有的人说，可是我们俩已经在一起了呀，在一起又怎么样呢？在一起我会活得像一束光，我会活得像一本书，你看也看不完，你追也追不到，就是这样。我永远都还在不停的在自我拔升，在看更大的世界，在吸收更多的认知，我永远都可以不停的去发光。我就是那种到了
50岁还能找桑切斯的那种女人，明白吗？就是你要展现出这个东西，这个才吻合你们的这种身价，才吻合你这个自我价值感。这个男的才会有觉得说，不管他有多优秀，他都觉得他要一生追求你，那么你这个关系就稳了。反过来，我要跟他在一起，我好怕失去他，我好想那个他，我这个那个我那个的，那就废了，那就废了。就算你现在是的，因为他也觉得你跟他门当户对嘛，就算你跟他结了婚，但是你到后面还是会发现，他各种劈叉呀，各种的不把你当回事儿啊，他这个问题在后续他还是会发生，明白没有？所以根儿要正，对吧？内核要正。来，大家把右下角的这个微信二维码扫一扫。还有没有加我们微信的宝宝，一定要把这个微信二维码扫起来。我们会在我们朋友圈里面一直去更新我们的动态，每一场直播之前，我们都会发直播的这个链接给到大家就不会走丢。然后呢，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服务，有语音咨询、文字咨询，还有我们的闺蜜圈以及金贵的关系的正版课程。大家如果在我们的小黄车直接下单了的话也要去找这个二维码的微信或者是小助理去问，说，哎，我刚刚拍了，什么时候怎么开启服务，怎么进社群，一定要去问，好不好？然后我们这个月月底有3天的这个在杭州线下的哼哈跨年专场，我会跟大家一起参加。我们一共是30个名额，现在已经拍了一大半了，还剩少量的名额，大家可以拼一下手速，好吗？来下一个。喂，曲曲，哎，能听到吗？可以，你说。哎，曲曲你好，那个我特别欣赏你，然后我也是那个金贵的学员，然后昨天也是把那个金贵的课程看完了，然后非常认同那个金贵的价值框架。然后我今天要咨询的内容其实与婚恋无关，但是跟男人有关系。我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吧。然后我们是老乡，然后我14年从老家来到现在的城市，然后现在城市是超一线城市，然后我91的，然后颜值大概在6、7分的样子，中等偏上吧。然后985硕士，然后个人现在有2套房，然后有车，2年前创办了一家那个建筑公司，然后年产值大概有1个小目标左右，然后这些东西都是靠我自己努力得来的。然后我基本上刚来这边的时候，可能也就带了几个月的生活费，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呢，我该如何利用我女性的优势去获取男性客户的青睐？我这个路该怎么走？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就是这个颜值好像从来就没有成为我的优势，因为不管是谁，就是客户和甲方，看到我了以后，他总是会觉得，哇，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女的，做这个施工的老板，他可能会对我产生质疑，他会质疑我的专业能力，也会质疑我的水平，他没有给我起到一个正向的作用。然后呢，再就是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跟那个客户群体中间就是可能有些2代，我不太擅长跟他们沟通，因为可能是我在我心里头我就本身就有点看不上他们，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用什么点位去取悦他，然后就很烦恼，然后我就想问一下曲曲，我该怎么办？你看不上别人，怎么能够做到取悦别人呢？这2件事它是很难同时生成的。那我看不上别人就能感知到。那我怎么样做到我内心看不上，但是我不让他感知到？首先你要打心里的想一想，这些人到底有没有优点，有没有什么他们有的是你也觉得不错的，你没有的东西。
可能就是会投胎吧。啊？怎么会呢？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我跟你说，很多的富二代他比你想的要复杂很多。可能他们在人情世故这方面比我强。对呀，对呀，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知道吧？为人处事，情商的底层逻辑是这样的，发现美的眼睛很重要。然后呢，我还讲过一句话，我说真正的高情商是对万事万物的怜悯之心，就是我们要一边真正的去发现一个人身上的优点，你才能说得出来，而不是那种拍马屁，对吧？为什么拍马屁让你难受？是因为你觉得你在讲一个他不具备的优点，是吧？你说一个很黑的人，说哎呀你好白净啊，你说一个很矮的人，你说你好高大呀，是吧？你懂我意思吗？你这个你内心就很难受，很抗拒。你天天觉得那些富二代都是草包，你还要说哎呀我觉得你好有能力啊，你是说不出口，懂不懂？你是难受，你这个难受别人不懂吗？别人也知道自个儿没能力，别人也知道是吧？我是黑呀还是矮呀还是肥呀，他都知道啊。那我该怎么办呢？然后还有一点，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我怎么样利用我这个女性的这个优势，去获取更多那个。不是你这个思路不对，你要在你自己的优势点位上做发挥，你不要天天想着啥叫女性优势啊？啥叫女性优势？你理解的女性优势有点狭隘，对不对？你能不能首先你能不能让女生跟你玩的好？女生跟我玩的都特别好，是吧？好，那么这不就是你的优势吗？你的优势就是在于你身边可以围绕一群女的，那这些男的他不就觉得你有优势了吗？哦，这层我还没想到。自己搞上去吗？对呀，所以说所谓的女性优势，你不要老是那个胡同越走越窄，你把个路越走越窄，越走越死，对不对？我只不过是为了跟你们打成一片嘛，对吧？我只不过是为了让你们认可我嘛，我只不过是为了希望跟大家能够建立更好的关系，建立更好的资源嘛，对不对？对。那我难道非要往那个男女关系那个死胡同上面走吗？还是非要我自己没给你们看？不一定，只要你愿意跟我玩就行，对不对？你愿意跟我玩，不是有很多种方式方法吗？我如果说随时随地我能跟你叫一大票的女孩子出来，你是不是愿意跟我玩？这是一个方向吧。如果说你想认识的人，我随时随地能跟你号召出来，我能跟你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你该愿意跟我玩吧？如果说我比你身边的男的还要大方，今天任何时候我到哪个局夸的，我给你把单一买，你该愿意跟我玩吧？你有很多种方式方法都能让别人跟你玩，为什么你非要走那个死胡同呢？没有，我不是走这个死胡同，我只是觉得这么多年来，我疯狂的健身，然后我疯狂的就自我提炼，好像我对自己就是说这一块颜值对我的帮助并不是很大，我只是天天美的给自己看，然后没给可能对象看吧，没给同事看，我感觉好像也没对我产生特别大的价值。没给对象看，这还不叫帮助啊？这本来就是没给对象看，这就是最大的帮助了。那好吧，那我可能就不再纠结这个问题了吧，在这个点位上不纠结了。对呀，不要纠结啊，不要纠结，没有什么好纠结的。对，那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那个曲曲，你这个闺蜜圈里面，就是有没有能够为我助力的小姐妹啊？你要记住一句话，首先想一想，你能为别人提供什么？我能为别人提供的东西很多。好，很好，很好。你抱着这样的思维进去，你就有进闺蜜圈的必要。如果你是抱着别人能给我提供什么呀？如果你是抱着这样的思维进去的话，那我会这样，我这么跟你说啊，越是高维，越是你先提供。如果说你不能看到你的价值，你就不要让别人给你价值。明白。是这样。明白。那我至于别人能为，那是
是什么？那是别人首先他是不是得打量你啊？他是不是得观察你啊？他得看看你配不配，你值不值，你有啥呀？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明白。值应该还是值吧，至少这么多年来跟我一起干事的人倒没说不值。这个东西是你思考，不是要说啊。我们不能，就是我是想告诉你，因为我不知道你现在年利润有多少。我们的利润大概在10%到15%之间吧。那就是你一年也有千把万的利润。差不多。挺好的。你首先呢，你可以告诉大家你是做什么的，对不对？你是做什么的？你在什么地方？哎，你拥有一些什么样的相关的一些方面的一些资源或什么？首先是让别人知道你是谁，你能为大家带来什么。那么自然而然的，大家就觉得，哎，这个人我有没有必要去跟他交朋友，对吧？每一个人其实到了越高维度越是这样，他越是讲求的其实就是一个资源互换呐，对不对？明白。我没什么问题了。好，那就这样。好，拜拜。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你们看啊，我们之前你看我宣传闺蜜圈吗？我不宣传。为什么我不宣传闺蜜圈？因为越是没服务，能够实打实的交了这个10万块钱进来，啥也不想，啥也不要，啥也不图的，这样的人就说明他越有实力，是不是这个逻辑？知道为什么我不宣传闺蜜圈吗？为什么我不像人家宣传他们的什么私董会这个那个的，对吧？天天说，为什么？因为你是不停的在渲染你这个地方能给别人提供什么，那么就会有很多他够不到的人跑来够，对吧？他是为了扒这个圈子，他自己没有到这个 level 上面来啊。但是呢，我一想，哎，你能给我提供这，你能给我提供那，你能搞这，都进来了，那这就不是我要的人群了。因为闺蜜圈是我自己交朋友的平台，我搞这个平台就是那样牛。牛人不在多，对不对？不在多，在质量。你越是要这要那要这要那，我就觉得你就你可以再考虑考虑。所以所有的人，他如果都能抱着一个我没有什么想要的这个想法进来的，那么我认为他才对于我这个圈子来说是最有价值的，是不是？是卡了吗？怎么都在说卡呀？一到重点就卡，好卡。我这边显示的是网络是好的。正常了吗？黑屏了，他们说是正常的呀，我们这边看是正常的，你们卡吗？全屏在抠卡，怎么回事？刚才卡了一下，好了，好了吗？这个平台吧，它这个，我跟你们讲，你们知道吗？我们在这个平台每天的定额费用是1500，升到2000了，是吧？知道吧？我每天直播啊，我在这个平台直播的定额费用，就是不含任何其他东西，就是只要我在用这个平台，每天就是2000。你们来看我直播，我是在付费，你们知道吗？我们都是在付费用这个程序，定额费用啊，因为他们这个平台是按你的流量收费的，就是按你的流量大小收费，就是我的流量越大，他收的费用就越贵。所以我的流量大，这个平台收我费用高，它不是那种说你给我的平台带来流量了，我要给你很多扶持，他们不是这个玩法。这个平台的玩法就是你的流量越大，我收你的费用越贵。对，我刚才就讲的就是说我们不宣传闺蜜圈，其实是这个逻辑，知道吧？但是呢，我们现在里面已经有100好几十号人了，确确实实里面有非常多的女生是很厉害的女生，但是呢，越是这样，我觉得我越是要保护她们的权益，因为这样一些女生说白了，别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她也不会跟乱七八糟的人交朋友，你们说呢？他难道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会去跟乱七八糟的每天还混个温饱的，他会跟你交朋友吗？你说你抻这个脑袋非要进来玩，别人也觉得是你时间玩长了也玩不下去，
对不对？大家如果没有在一个就是差不多的一个水准上面的时候，其实你时间玩长了也是玩不动的，对不对？你总不可能一直让一个人买单吧？是不是？你买完单他买，他买完单他买，我们一起搞到哪里去玩，对吧？大家怎么的？别人都做商务座，你做经济舱，不是肯定不是这个打法，对不对？所以交朋友就是这样的呀。他们来这个地方，我就得保障他们的视野是相对纯净的，就是他们就是能交到他们想结交的那部分人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直对这个东西没有太多宣传。如果我也像别人那样去宣传，我们能给你带来这个带来那，我相信我们绝对不止100多号人，对吧？肯定现在不止100多号人，我们这个闺蜜圈开了也不是1、2天了，是不是？但我们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因为这些都是我线下1对1我会见面的，我会交朋友的，我会去大概的去审核一下这个人，哎，他到底在一个什么 level 上面，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个右下角的小黄车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服务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如果说你们直接在小黄车下单了的，也记得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去告诉我们的客服说你刚刚拍了什么东西，怎么开启服务，好不好？然后我们这个月底的3天会有跨年的10点半的哼哈跨年专场，我到时候也会参加，一共是30个名额啊，有兴趣的宝宝赶紧去抢位置了，最后的位置不多了，好不好？来下一个。Sophia， Sophia 没看到啊。哎，没连上啊，这个 Tyler 没连上。1874，是不是吧？喂 ，Hello， 你好，你好啊 ，Hello， 曲曲啊，我真的也是非常喜欢你，然后看了很久的直播，然后个人的事情其实也没有什么狗血的，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婚恋选择。那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然后我本人是24岁，还没有进过围城，然后国内一本研究生 Top 50，然后回国在新超1线城市工作，然后家里是2线城市的，是一个普通家庭，妈妈是在国企里面，爸爸是做一个经销商，然后个人能力也比较一般，一年的话大概12到15，外表这个不好说，我感觉可能6.5。然后，接下来就是2个男嘉宾。第一个男嘉宾是我在一起3年的前任，然后家里面大概5到10个小目标，是做轻资产的，就是不是传统行业，然后有一些红色背景，然后，美博 Top 3，然后做律所的合伙人，年入150到200，他的情感经历是比较丰富的。相对来说比较愿意被约束，然后也愿意把米都放在我的名下。但是他曾经踩过曲说过的一个雷点，就是说，有往回要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因为我们是正常的推进婚恋，所以3年可能也就70的样子，花了70的样子。他往回要是因为，他提出过，如果没有走进围城，他要把他花的要回来。然后接下来是第2个男嘉宾，他是一个新认识的男生，家里面可能2到5个是做实业的，然后一年60到80，也是美博 Top 5。他的情感经历比较简单，对我很好，情绪价值也很高，但他的核心问题是，家里面亲戚关系比较复杂，然后他个人比较单纯，担心他没办法接手家里面的企业，因为他现在是在大企业里面就比较
循规蹈矩的上班这个样子。他是独生子吗？哦，他不是，第二个不是，第一个是。第二个不是独生子，他有什么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他有一个妹妹。个妹妹那没事儿。然后有一些边缘化的信息，但我觉得，可以提一下，就是他们两个都是，父亲比较不放权的那一类，但是第二个稍微好一些，这两个都是可以推进婚恋的。但是第一个的父亲是在经济上这边是不太愿意，就是下放的，所以说，不知道婚后的话会不会？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一句话说清楚来。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该选哪一个推进婚恋。前任是因为当时没有情绪价值，觉得情绪价值比较低吧，因为他工作很忙，然后就分开了。现在他反复要求复合，但是复合我这个前任是刚刚两个里头其中一个吗？对，男嘉宾1号。1号已经变前任了。对对，分手那前面他付出的要回去了吗？没有，但是我们还是保持联系，因为他把米都放在我的名下，因为他是外籍。因为他什么？他外籍？对对对，所以他不想放太多米在，他说会被审查什么的。你们俩在一起多久啊？我们在一起3年。分了多久？2个月。没，那压根就是在他看来就没分。对对对，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雄劲非常强的男生，包括后来跟他聊有透露出跟新的男嘉宾有认识，他的态度都是那拿出来竞争比较一下看谁更好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他是一个非常自我掌控。我是想说，现在因为你们俩现在属于根本就没分干净，其实压根就判断不了他是不是会把这个钱往回要。但是他既然说过我们俩分了，你就要把我所有的付出都还给我，就这样的人在我们这里肯定不是很好的选项。你这个2号男嘉宾听起来有点像地主家的傻儿子，其实我们一直都觉得地主家的傻儿子是我们择偶世界的顶端。对，但是第二个我最大的顾虑就是因为他之前一直都在国外，我怕他回国社会经验这些可能不太足够去就是接手家里面的一些生意。但是他接不接手家里的生意，未来也只能由他接手，没有什么的。他是他们家里的儿子，就这一个儿子，他不接谁接呢？只能是他。好的，我大概明白了。所以就是其实还是因为前任这个往回要的动作，根本上这个还是得男的吧，说实话有点算计。你呢，这个脑子呢又是属于那种糊里糊的这种，跟这个男的搞可能会有点累。如果说没有2号男嘉宾，我觉得1号男嘉宾也行。但是如果有2号男嘉宾，我觉得相较而言2号优于1号，这个是我的想法。好的，我大概明白了。主要是因为1号男嘉宾他作为律所合伙人，我觉得他在这方面知识肯定是很丰富的，然后我可能不太搞得定。对呀，他很清晰啊，他给你的他能想办法要回去，因为他知道从法律层面怎么处理。好的。他所谓的钱放在你这儿的这种东西，对于他来说也不是给你，只要你们分干净，他肯定就会拿走的。对，因为他非常了解我，我们谈恋爱3年都是你来我往，我也没有擅自动用过他名下的钱。对呀，所以说这男的很清晰嘛，你也捞不到什么好处。好的，明白了，谢谢曲曲。好了，就这样，拜拜。就是这2个问题。拜拜。很多律师他们都会把自己的财产风险隔离得很好，知道吧？然后等到结了婚以后，你们没有听上次2个律师在一起的，他们还会有问题。一男一女2个人一起开了一个律师事务所，结果那个女的后来就把所有的资源都在往公司带，结果那个男的后来就把他自己所有的东西做成了个空壳，他把他自己的业务都不知道灌哪去了，然后说自己没赚钱，天天接业务，但就是见不着钱啊，钱也找不着，反正也不在他账上，也不知道在哪儿，就是这样的呀。算得太明白了，知道吧？他不愿意让你占便宜。来。
来，大家还有没有加我们微信的？赶快把我们微信加起来，右下角二维码，一定要把我们微信加起来啊！然后呢，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服务，有各种类型的咨询，还有我们的闺蜜圈，以及我们的金贵的关系的正版课程。买了金贵的关系就可以进我们金贵的社群，社群里面会有管理员每天给大家提供服务啊，在里面会给大家解答问题，以及给大家整理我们每一场直播的经典案例和金句总结。这个月月底3天，我们会在杭州做线下的哼哈跨年专场，一共是30个名额，我会跟大家在一起。有兴趣的宝宝赶紧去啊，赶紧去问。我这个平台说我是这个平台的菩萨，我不知道，反正这个平台就是用起来挺贵的啊，所以大家且看且珍惜啊。来下一个 Taylor 是吧？喂，曲曲老师可以听到吗？可以，你说。你好，曲曲老师好。我学过金贵的关系，然后看您的直播也有差不多1年了，然后您的那种一切我所用，而且有目标和信念感，对我来说非常非常受益。然后我这次想咨询的是就是正常的婚恋关系，然后我先把我的问题说出来吧，就是我想让老师帮我分析一下，就是我这段感情有没有回的可能和必要，然后如果有的话，我应当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进行。然后我的基本盘是我是24岁，然后是 Top 2高校的研究生在读，然后家庭资产差不多2000W，然后是2线城市，然后原生家庭父母感情很好，然后男方是我们是同学，然后他家庭资产差不多5000W 左右，然后是超一线的土著，但是他原生家庭不太好。对，就是他亲生父亲对他伤害蛮重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一个感情的基本情况吧，就是我们恋爱差不多1年多，然后其实目前是准备要一起出国来读博士的，然后但是我们虽然谈了1年多，但是差不多可能分了这是第3次。就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因为我比较作吧，然后就是谈了3个月之后就分手了，然后后面见面了，然后就又重新复合在一起，然后复合之后感情升温至就是谈婚论嫁的那种见父母的地步，但是后面因为实习，然后我们2个异地的关系，然后后面我那段时间不断的在索取情感价值，然后男方就很背，10月份的时候短暂的第2次分了手，然后后面见面，然后男嘉宾又觉得我太好了，然后他又忍不住又主动求了复合，但是就是他这一次复合之后呢，我会觉得因为我之前一直在我提供情绪价值非常多，然后我就他来求我复合，所以我就是比较高姿态，然后呢我会不断的在看说他有没有改变，就是诸如此类的，然后他是那种就是他的价值排序中，他是把事业和学位他是排在第1位的，所以他觉得当下就是我们这个备考啊，包括一系列的压力特别大，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去做到这些东西，所以后面就是他就是我们双方对彼此的需求不同，没有办法磨合，然后提了分手。对，然后目前是分手了差不多1个月吧，然后目前交流就是我们平常还会有联系，但是都是以工作学习就是这种就是正经的事情来交流，然后刚分开的时候呢，他会很主动的给我提供很多的帮助，然后也会送礼物，然后鼓励和安慰我，然后前段时间线下见过面，然后相处的氛围我觉得还挺好的，但是最近几次都是我比较主动，然后他稍微就是挺冷淡了已经。对，你们俩是异地吗？还是同城啊？同城，我们还在同一个学校。哦，你们在同一个学校？对，我们是同学。都能折腾成这样，你这有多缺情绪价值啊！我的妈呀！啊，天天都能见面的人，你还一天到晚要索要情绪价值啊？不，但是之前实习的时候我们2个是异地，
就是当时实习的时候是异地，然后就那段时间可能就是不断的就是去索取，然后就直接情感就被拉到就是冷掉了。然后后来又还原到一个学校了之后，然后他也没有再还原他的状态，是吧？就是后面他来求我复合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结束了实习，然后呢见面之后，他又觉得就是他觉得之前都是他做的不够好，然后他又觉得我对他一直都很好，然后所以他就来主动求我复合。然后就是其实算是我们两个应该算是就是现在是在备考的状态嘛，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的焦虑，但是所以我就很想看说他到底是比如说怎么改啊，或者说他会不会对我好啊，然后就又开始听不懂你说话，我完全听不懂你的陈述逻辑。你这个事儿现在既然在一个学校，天天都能看见你，如果说这个男的真的对你还有想法还有兴趣，很简单，你就找个别的男生约个会，马上就能知道。只要他能看见你现在已经在寻求新的目标客户了，已经有新的约会对象了，你马上就能知道他到底是咋想的。就这么简单。反正你们都是小屁孩，小屁孩这种方式最稳准狠，不需要什么很复杂的搞法。就是但是我们两个现在其实就是他好像就是现在就是他会待在宿舍嘛，他就回家，然后我们两个现在就基本上不会见到面，然后我也不知道你们俩没有共同的朋友，没有朋友圈，啥都看不见。有，那不就结了吗？能够让别人看见你旁边有别的男的，不就结了吗？非要他本人看到。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是让别人知道说我有在认识新的男嘉宾，然后就看他有没有反应，然后我最近就不要再去找他，我们俩就不要再联系。对呀，就是说人家是小男生是这样的，如果说他对你喜欢，他对你还有感情，他还没放下，但凡你有别的男嘉宾出现，他绝对第一时间就会冲出来。如果说他没有冲出来，那么就说明他已经移情别恋了，知道吗？一件事就能看真章，不需要搞那么复杂。好的。因为我也不知道，就是可能我之前有被他的舍友碰到过几次吧，但我不确定说，就是我没感觉说他有对这个有什么反应。你被他的室友碰到啥了？你在干嘛那会儿？就是陪别的男生在学校里面散步。OK， 那就是说明他移情别恋了，他有下家了。那你等于已经验证了，就是这样，非常简单。男的比你们想象的简单10000倍。那就不用联系了，他情感转移了，就是这么简单。你还有啥问题？我现在相当于说跟他是一起在准备出国这件事情，然后可能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两个，至少在同学之间只有我们两个在做，所以我说实话，我是非常就是还是想说能够跟他一起的，而且我也不认为说他现在有可能会找到一个目前要跟他一起出国去读书的女生。他不一定要找跟他一起出国读书的呀，他现在就找他现在能解决问题的呀，现在他的情感就是让他觉得开心的、喜欢的呀，就这么简单。出国了，你们俩人都出国了，可能他又会回头，但是不影响他现阶段呢。不影响他现阶段，明白吗？现阶段移情别恋了，也不代表他那个情移出去了不会移回来，但是现在他已经移情别恋了，就是这么简单。好的，那我就专心我自己的学习上的事情。是的。那我如果之后
那之后反正如果有在正式上面有要事情联系的话，也是可以正常联系的。正常联系啊，当然呢，有学业上的东西就正常联系啊，有事说事儿，没事别废话就行了。有事说事儿，没事别废话。好，我懂了。好的，也不要等他，我谢谢你啊，好不好？不要等他，遇到合适的就赶紧处啊！出国以后也是一样，赶紧多看多处，好不好？好吧，就这样啊。好，谢谢曲曲，拜拜，拜拜。男人比你们想的真的简单10000倍。你们有的时候之所以搞不清男女关系这些事，是因为把男的想太复杂了，真的。把男人想的太复杂了，男人真的是一种比女人来说呀，他是一个更简单的生物，知道吗？你们总是喜欢用女生的脑子去思维他，其实是不对的。男生是不需要这么思考的。男生他要不就是价值匹配度，要不就是身体挂住，就这，要不就是钱没了。就这3件事，懂吗？价值匹配了，或者是价值他想要了，是不是？价值高攀了，老丈人啊，找了一个牛逼的老丈人，这个是第一条线。第二条线就是身体挂住了，是吧？哎呀，身体就是欲罢不能啦，对这个人要活要死啦，欲仙欲死啦，欲罢不能啦，就是这，对吧？再一个就是实在是没钱花了，钱口袋子被占住了。没有钱玩了，是吧？或者钱花到那去了啊，这心随着钱动。就这3件事儿，没什么别的，你们把它想的简单一点。想要勾搭一个人也好，影响一个人也好，波动一个人也好，放弃一个人也好，你就从这3个角度考虑问题，基本上大差不差。这没什么很复杂的，好吧？不像你们天天在那想，哎呀，这个又爱，那个又爱，这个放下不了，那个怎么着，他们没那么复杂的，没有那么复杂的，知道吧？如果说这个还在谈爱，那是因为那个老丈人还没上线，这个爱还在谈爱，那个老丈人一上线，这个爱就不用谈了，这个爱就可以马上就不爱了，瞬间就爱不起了，爱不住了，真的，你们这样去看。然后你们简单一点的看，你们要用男人的真实的情况去爱他们，知道吧？不要去爱你们想象中的男人，一定要爱简单的男人，爱现实的男人。你就把他看，你看逗蛐蛐，你看，知道吧？你看真好玩，你看那三脚猫那样，你看你个屁股一撅，我知道你拉什么屎，你就这个样子去爱他们就行了，不要深爱，知道吧？不要用你们的肺腑去爱，那这是毫无必要，好不好？大家右下角的这个2维码扫一下啊。老丈人是啥？老丈人这字面意思，老丈人听不懂字面意思。老丈人都听不懂，你们怎么那么小白花啊？你们不适合我这个直播间，我这个直播间对于你们来说啊，实在是有点太有深度了，老丈人都听不懂。右下角这个2维码大家扫一扫啊。右下角2维码扫一扫，我们的直播呢，暂时都只会在私域直播，然后我们未来呢也会把我们的私域经营的更加的精细化，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扫我们的微信2维码，找到我们的朋友圈，这样可以实时的接收到我们有关直播的一切的通知啊，直播链接，还有我们每一场给大家做的一些案例的输出。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曲团队给大家提供的所有的服务，咨询、闺蜜圈以及金贵的关系。金贵的关系下单就可以进正版的金贵的社群。我们社群里会有管理员每天给大家解答小的问题，以及给大家整理出我们每一场直播的10个经历啊。哦，月底的哼哈跨年专场，大家一定要去找你们的社群管理员啊！下来谁？雪梨，见吗？听得见吗？是我吗？你说是我吗？听得见 ？OK，到我了。
我00年，年龄23岁，外貌7、8分，在生活中走出去会被夸美女，普通专科毕业，原生家庭稀烂，经常还会问我要钱反哺家庭。我目前的工作是一名策划，月薪大几千。我有2个男嘉宾，男嘉宾 A，98年，985本硕，大厂理工男，年薪50，到手是30多，他是农村家庭，刚毕业，无车无房无存款。只有那个50的年薪，然后目前我们已经同居了半年，他对我非常好，然后也很舍得我的投入，钱基本都花在我身上了，在家里的状态基本就像一个男保姆，他什么都会为了我去做，不会的会为了我去学。我是他第1个女嘉宾，他在我之前没有谈过恋爱，然后平时我说什么他都会信。男嘉宾 B，89年，普通本科，他有好几个公司。其中最大的公司男 A98，男289，你跨度好大呀！你几几的？我00年的。哦，好，接着说。男嘉宾 B，89年，普通本科，他有好几个公司，其中最大的公司他有300多名员工，年收入我不清楚，但是我估计至少有1000个以上。然后他在围有2个球，我和他在一起，之前在一起过3个月时间，他给了我谢米有10个，礼物有5个，好几个吧，具体几个不清楚。然后刚在一起的时候他很大方，但是在一起1个多月之后，他发现我有男嘉宾了，然后他就不再为我投入了，然后他一直都在为我在一起的那3个月总共付出了10几个，但他一直都在我的事业上提供很多新的想法和帮助。分开的那段时间我把他拉黑了，因为他总找我惹事，然后后来因为我对自己的事业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又把他给找回来了，然后和他聊我事业上的事情，然后现在聊着聊着又是很暧昧的状态。然后昨天我俩吃饭的时候，他就对我说，他说他很喜欢我，很喜欢和我在一起时候的感觉，所以他愿意不去想我在他心里，不是他在我心里到底是爱他一个人还是还有其他的人。然后我的想法是2个都很好，2个我都是真心，2个都很好。然后但是男嘉宾 B 我不确定跟他有没有未来，然后男嘉宾 I 其实他条件也不错对我来说，所以我不敢跟他分手。然后我就怕我跟男嘉宾 A 分手之后找不到像他对我那么好的了，条件也还可以。说白了，男嘉宾 A 目前我是想跟他就是有那种婚恋对象的想法的。然后目前的情况就是男嘉宾 A 不知道男嘉宾 B 的存在，但男嘉宾 B 知道男嘉宾 A 的存在。然后我的问题是，第一，我想知道我这2段关系的最终导向是什么，因为目前还属于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第二，因为现在是分开了，我跟男嘉宾 B 是分开了一段时间，又开始暧昧了嘛，我能不能直接就是跟男嘉宾 B 就是又开口说要生活米？之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每个月是给我5个，然后暧昧的这段时间我就没有敢开口要过了，我怕他对我不信任，觉得我就是出来图米的但是我每次跟他出去他都对我很好，很殷勤的带我去逛商场，送我礼物，就是基本上到了商场就是你要什么随便买，然后带我逛街哄我开心。然后第3个就是男嘉宾 B 现在在很鼓励我去创业，也一直在很积极的鼓励我，帮我找关系去鼓励我创业。我想知道他到底会帮我多久。目前就这3个问题。现在的状态是男嘉宾 B 他其实也很喜欢现在这个状态，他其实就是觉得你也有其他的男嘉宾，这样的话呢他也可以有别的女嘉宾，然后你们2个人还能经常在一起，他就很享受现阶段这个状态。我现在和他暧昧阶段嘛，我们还没有实质性关系，然后我就想这个实质性关系从什么时候开始，还有哎呀不是不是实质性关系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先要明确你们2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这些东西发不发生什么这些东西你又不是没一个人发生过，这都是小事情。对，我不知道，我只想告诉你男生的想法是什么，他没有说想要跟你推婚恋，你先看懂这个事儿。为什么？你看，所以我说话你们听不懂的，老是在想你们自己琢磨那些鬼。这个男的现在就是很喜欢你有对象的这个状态，听懂了吗？为什么会喜欢这个状态？是因为他可以有其他的对象。如果你们俩都是这个状态，怎么可能结婚呢？可是我们之前分开，因为他跟我闹得很厉害，他非让我这边分掉，然后我就说我没有安全感，你那边除非你那边也搞掉，然后他说让他就不行，
然后最后我们闹都闹掰了。对呀，人家现在就是很好，人家想通了呀，人家现在想通了呀，觉得其实这样也挺好嘛。我不要求你，你就不会要求我，我们俩还能在一块儿，那其实就很好啊。你觉得他是不是伯乐男？因为他一直在帮我创业，一直在帮我找关系，然后想让我变得更好。是啊，所以说呢，男嘉宾 A 适合当老公，男嘉宾 B 适合当干爹。我就给你那男嘉给你给他们分配好了。那你觉得他帮我以后大概会男嘉宾 B 会帮我多久？会就是那我哪知道会帮你多久？那看你自己能不能干出成绩了。哦，行。还有就是男嘉宾 A 他这个样子，就是别人都跟我说他是不是骗子，怎么能好到这种程度？你觉得男嘉宾 A 他靠谱吗？我值得跟他走围城吗？有啥不值得的呀？你有啥呀？你除了个年轻，你啥也没有。你除了年轻，你有啥呀？对，有的时候我也很奇怪，我觉得我啥都没有，怎么都这么喜欢我，都很舍得花钱。因为你年轻啊，够了。但是这就是你唯一的优势，你把这几年换过去了，就不是这个行情了。所以就是我目前要做的，就是在我这几年最年轻的时候，赶紧把东西做出来，对吧？就是该结婚结婚，知道吧？该做成绩。这个男1号听着也挺好的，能结婚，能把他的收入都交给你，然后他自己还有成长空间，挺好的。对。然后因为他年薪50嘛，还可以。那我这边就是婚结着，让那边照谈着。那不是让你谈，大姐，我刚刚说的是只是人家只是你的一个伯乐，你别跟我聊这种天儿，这种天你自己心里去想，好吧？好的。那我想知道，如果我要推结婚的话，那男嘉宾 B 那边他要知道吗？需要他知道吗？不需要啊。行，反正就是能瞒着就瞒着，瞒不住他知道就知道了。哎呦，不需要，不重要。这个男嘉宾 B 他也无所谓，他不在乎你这。行吧，那我能开口问他要生活密码，就是想要啥要啥，想干嘛干嘛，好吧？有什么能不能的？他无所谓这个事儿。好吧。行吧，我明白了。他为什么无所谓啊？他为什么有所谓呢？你哪位啊？你有什么价值还要给人当老婆？他为什么要有所谓？我是说他为什么给不给钱也无所谓。那他有啊，反正你也花不了他多少。行，我明白了。OK， 谢谢曲曲，我明白了。好。别人真是的，别人一年挣1000个，他一年给你花个什么几十个100来个的，咋了？很吓人吗？他89的，你00的，对吧？他大你10几岁，有什么问题？花点钱嘛，对吧？花点钱能解决问题。这女孩也挺年轻，对不对？也感觉挺单纯，长得也挺漂亮，对吧？还有点小上进，我还能当伯乐男，当一当大爷的感觉，有什么不好的？没有问题的呀，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不应该思考怕不怕这个什么2号知道1号，你应该思考怎么能让1号不知道2号。大姐，个脑子是个浆糊，还什么也做事业呀，伯乐男啊，这个那个，有这个能力不？脑子看不看得懂啊？回头你那个这1号要是知道2号了，你这个事儿就敲了，你知道吧？1号知道2号了，你就想想这个事儿咋解决？你别想什么2号知道1号，2号不在乎你1号，没有1号还有3号还有8号，你这自己想一想，你这个要结婚的这个对象，你别给他玩炸了，这才是你要思考的问题，好吗？右下角的这个2维码扫一扫啊，右下角的微信2维码扫一扫，大家不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把微信2维码扫起来，要不然会走丢，好吗？我们每一场直播之前都会在朋友圈里发我们当场的直播链接，这样的话以保证进到我们的朋友圈的人能够找到我们，好不好？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服务。我们所有的咨询啊、闺蜜圈呀、金贵的关系的正版课呀，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小黄车里面直接看到，直接下单。如果说你们下单了，也要去找我们的小助理或者是找客服，告诉他们你下单啦啊，然后让他们帮你们去开启服务。这个月底3天，我们会在杭州线下做哼哈跨年专场。想要参加的宝宝，一定要去找你们的社群管理员或者是找小助理去。尽快下单，因为我们只有30个名额，目前已经没有一大半了，好吧？来下一个，
啥别人都这么爱我，都对我这么好呀？我到底有啥呀？你年轻嘛，年轻就是本钱。你再过个几年，你试试，还有个鬼，真是。这些男的看到这些年轻的小姑娘，就总觉得自己是救世主，知道吧？他们就觉得自己是救世主，觉得别人啥也不懂。没连上啊，这个11连不上呢。下一个没有，如意没连我。没连上。我跟你们说啊，小姑娘千万不要在年轻的时候遇到了很多追求者对你很好，然后就高估自己的市场价值，然后就把年龄拖上去了。你们要知道，你们在这个时候唯一的价值就是你的年龄。一旦你把年龄拖上去了，你那个心还没定下来，婚恋对象就不好找了。到后面大概率就是往下，只会遇到的人越来越往下。除非你自己的价值不断拔升，虽然年龄在涨，但是你的收入呀、你的社会光环呐、社会名片呐、方方面面东西都在拔升，你才有可能还遇到更好的对象。否则的话，如果你只是年龄涨，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涨的情况下，你年轻的时候遇到的那个大概率就是你这辈子能遇到的最好的。说良心话啊，说良心话。像 A 那种男生，98年的，能年薪50万，现在还能什么都给你的，什么都在家里给你当牛做马的，他还不就是因为没有社会经验吗？没有谈过什么恋爱吗？对吧？等他再谈几个恋爱试试，再有点社会经验试试，他会觉得自己吃了苍蝇，知道吗？如果人家一旦发现啊，他被绿了，完了以后跟你分了，再去找了其他的女孩子，发现他到市场里很受欢迎之后，这个时候他再回想起跟你的这段关系，他会觉得自己吃苍蝇。男人就是这样，从一个好男人被培养成一个渣男的，知道吗？所以说这是你要思考的问题啊，这是你要思考的问题。我们不要就是说去攻击女生或者干嘛，但是我们必须要告诉你们现实是什么，你的价值是什么，为什么你能得到今天这样的待遇，且你身上的这些东西可不可持续，我要把基本盘告诉你，对吧？11。喂，Hello， 你好。哎，你好，听得到吗？蛐蛐。哎，听得到，你说。好，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哈，是这样。然后我是28岁，他30岁，然后我们是通过好朋友介绍认识的。然后我介绍认识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持过快乐证，但是我朋友说他很有趣，然后我就是交朋友的心态跟他认识了，加了个微信，然后聊的过程中就聊得很愉快，他情商很高，所以1个多月我们就在一起了。然后在一起之前，我是跟他确认过他的状态，然后他表现得非常坦诚，说他是有一个女宝宝的，是跟他前任的一个女宝，然后现在基本上是没有联系的。然后抚养的问题的时候，然后扯证的就解决了，然后1年基本上最多见1、2面，然后说对方已经组建新的家庭。然后把我所有顾忌都聊完了之后，我们就在一起了。然后在一起的前半年呢，我们是非常甜蜜的。然后他对我就是无微不至的关心陪伴。然后我那个时候甚至跟我家里人说想要嫁给他这种想法，因为觉得非常的，就是非常。感觉非常好吧，然后很懂我，然后但是虽然他没有那种大额的付出，但是日常出去玩啊开销基本上都是他付的，然后在此期间呢有发现他的一些小问题，但是他都有给我一个解决的方式，比如说在中间的时候我有发现他跟他前妻还有联系，而且是比较有一点频繁的联系，他就跟我说他因为这个孩子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些日常生活上的沟通，但是他也当着我的面给他前妻发了个短信，就是说他现在认识了谁谁谁，叫什么名字，说了我的情况，说跟我在一起很好，然后就说以后想要跟我结婚，这种就是给他前妻发一大段的文字给我看。好，我就没有再纠结这个事儿了。然后我们在一起半年左右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才知道他有一个女朋友，在一起了3到4年，并且是住在一起的，而且我跟他已经谈了半年了。
我跟他在一起的半年时间内，大部分时间他都跟我在一起，包括像这种过年、周末、过节、情人节，他都跟我在一起，我都没有察觉到。然后他跟我在一起，我知道这个事。Hello， 可以听得到吗？我在接着说吗？刚刚打了下。好，我知道这事儿，我就非常震惊，我当时就非常坚决要跟他断掉，然后他也没有说什么，然后但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从那个家里面，就是他跟那个女生在一起住，然后是租的房子，然后他从那个家里面就搬出来了，就在我这里比较忠心，就是反正说要默默陪着我呀，怎么的，各种示好，各种甜我，包括我跟他那个女朋友沟通，我也知道那个女生是没有工作的，一直他在养着，但是那个女生就是在他们在一起的之间无条件原谅他3到4次的劈叉。但是因为那个女生没有任何工作，也没有什么社交，也不花什么钱，反正就是一个陪伴的身份，一直陪着他在。但是他就老是劈叉。但那个女生跟我说他这次确实不一样，说他以前都是说断就断，但这一次遇到我之后，他回去之后就很不开心，很痛苦，说我很懂他，怎么样，反正就说我很好很好，他就跟那个女生彻底断掉呀。然后也不要求我怎么样，就默默的陪着我，就是比如说天天接我上下班呐，我在健身房他也去跑个健身房去办个课，然后陪着我去练健身呐，就是默默陪在我身边，然后不要求任何回报，然后把他的朋友圈背景也改成了我。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那我也就是有点打动，就跟他又重新在一起，又和好了。和好之后，大概到现在差不多也快半年了，但是其中我就非常纠结，因为一是之前已经产生过这种信任崩塌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之前从来没有谈过这么复杂的这种恋爱。然后所以说他导致我对他就很不信任，因为他的工作性质是比较特殊的，他经常有些那种领导的接待应酬，导致他晚上要出去，比如说去喝酒啊，去打牌啊，去跟别人谈事啊之类的。所以他每次出去我就很不信任他，然后他的手机定位我是实时看得到的，他的密码我也知道，但是经常有时候就是老是像在查他岗一样，然后查他也不舒服，就导致我们的小问题也很多，然后包括昨天晚上我们就是有一些小的矛盾，然后到现在也没有联系，因为我之前是给自己有个预设的，我说哎，我也28岁了，不想婚了嘛，我就想的是靠到今年。那就跟他彻底分开，因为确实不适合结婚。但是真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很痛苦，我就觉得他会不会还有机会呢？因为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甜蜜。比如说我回家过年，我的家不在我现在的位置，我回家可能要4、5个小时，他从来没让我自己回，我永远都车接车送，然后每天就有时间就陪我，然后永远把我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就这种。对，我就你们家条件好吗？纠结。还可以，我自己有个小房子，然后自己攒了大概100吧，然后一年的工资20到30，因为我从小到大也不缺人喜欢。多少？没付出多少，一年可能就十多个吧，就是本来也不是。他一年挣多少？对，这个就是我很大的一个疑惑，因为他是做医疗这一块的，所以他老是说要垫资，他就导致他手上老是没有现米，他就不停在垫，甚至他找我借过很多次钱，但是每次都还了，甚至有时候还给我利息。稀烂的你太他妈稀烂了你！就我在私域我已经镇不住了，我要把你往死里骂呀，真的是。但他借钱他都还了呀，他每次借钱可能1个星期、2个星期他就还了，他也不说不还我钱。然后有时候还跟我签合，给我利息啊什么之类的。你这话一说呀，我骂你，我都不知道从哪口子开始骂了，知道吧？你居然觉得借钱还了，这就很好了，借钱还了这就很好了，啊？你什么价值观呢，大姐？但他因为他老是说他有一些这种大姐等会儿垫资，有婚史，有娃，那个多偶。啊，脚踩2条船，这个在前任的历史当中劈叉成性的这么一个男的，他只要能借钱就还，说明他还是个好男人啊。但除此之外，他在我身上也花了10几个 W 嘛。啊？虽然不多，就是正常的。什么东西？我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也花过一些给我嘛，就是10几，大概有10几吧。你要是这种脑子啊，我们这个直播间真的配不上你啊！啊，你这个段位，你这个级别太高了，你是菩萨呀！你要不换个地方问问吧？就是我觉得咱们俩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啊，小姐。
你说的这个事儿，在我看来简直了，这简直就是遇到个诈骗犯了，恨不得。你现在跟我讲他钱都还了，已经很好了，就是咱们俩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就是这对牛弹琴啊，在。鸡同鸭讲，我们现在两个人在鸡同鸭讲，知道吗？不是，但是除了他借钱的这个之外，他也有给我就是付出过一些嘛，虽然不多。大姐呀，因为我们都是年龄差不多，他长相也还可以，然后日常的情感陪伴的也给的很多。就是你跟我真的是鸡同鸭讲，知道吗？我真的，你跟我在鸡同鸭讲啊，就是男人到底就是说，我们就相当于就是说，这男的他但凡是四肢健全就行了，是吧？就是连找女的借钱这种事情都能被你无数次的容忍下来了，这个已经就是没有底线了。我们是不可能接受，这在我们的整个价值观里面是没有给男的借钱这件事的。这男的一旦是开口，他就可以滚了。那所以说，他到底是，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他确实他穷啊，姑娘，他这个包装的很好吗？对，穷，他自己的开销很大，穷，闭嘴，穷，没有第二个说法，穷。你也不是很有钱，总共也就100个存款，家里也就是个小康水平，他借钱都能借到你这儿来，他才能借多大点钱呢？我想问问，啊，就10几20啊，这种，能从你这借出10几20，你都能借给他，你真是啊，你是女侠呀你啊，女侠是吧？佩服，我钦佩你，总共100万的存款，你能给人借10几20，你能给一个二婚男借10几20，你好，是个人才呀你。啊，因为他自己开销也很大，他还玩赛车，一出去一趟就是5、6万这种，我就不懂，他每次自己的开销他的开销关你都很大，他为什么老是就是有？你是他妈不？他那个开销不是给你开销的，你在搞笑吗？你跟我，他是开销在自己的娱乐活动上面。哦，今天出去唱 K， 明天出去吃饭，后天出去赛车，完了以后找你这借钱搞这些事情，妈东补西补的。这种东西你也能容忍？你是出去谈恋爱做慈善的吗？你是？因为确实他情绪价值可能给的很高，那就锁死吧。我就不劝，好言劝不了该死的鬼呀！我没有说要跟他，我没有跟他要锁死，我就是你别跟我说话了，你别跟我说话了，我求你了，你换个人霍霍吧，你别找我了行吗？我真的求你了，行不行？我真求你了，你跟我们这个就是鸡同鸭讲啊，咱们整个价值观构建的跟你这个把我们的直播间里的粉丝脑子带坏了，真的，你少跟我讲两句话吧，我们都自我怀疑了，是吧？是不是我们太苛刻了？是不是我们对男人要求太高了？你已经让我整的自我怀疑了，你知道吗？啊，你给我整自我怀疑了，小姐。所以就还是你要是喜欢给男的这种倒来倒去的，你就去找个没结过的，咱们也能理解，没结过的长得帅的也有这样的，是吧？反正出来混吃混喝嘛，混吃混喝，这里东敲了西打的，是不是？拆东补西的，你找个年轻的没结过婚的长得帅的也能找得着。给情绪价值的，咱们也不用非要找个已婚的，这结过婚的带娃的，完了以后还劈叉的，还他妈的脚踩2条船的，还我聊不下去了啊！乖，好吧，换个地方，好吧，找个跟你那个价值观统一的，行吗？好吧，好，谢谢。哎呦我的妈呀！你别把我们这搞，本来我这里猪头猪脑已经蛮多了，你们在这一进来，那个吓死人呐！这已经煮成一锅粥了都，啊！这猪头猪脑，这都煮成一锅粥了，你们这给我行不行？他不带这样的，行吗？这男的都已经天底下的男的都死光了吗？这男的明显专业选手，还说啥呀？前面一个女的被他 PUA 好几年。而且我跟你讲，那个女的会无限次的收留他，知道吧？因为已经被他洗脑了，脑子都被他洗完了，彻底洗完了。从你这借钱去养别人，那个女的3年靠他养活，他从你这借了钱以后，还得给那女的发生活费呢，知道吗？你是个大善人，慈善家，好不好？
自己以后好好多挣点钱，多挣点钱去做大慈善家，好吧？你现在是小慈善家，你以后去做大慈善家行吗？咱们这个直播间真的没有那么伟大啊！我真的服了，都什么玩意儿啊？这都真的跟你们对完话呀，我会觉得我要开始反省自己，是不是我们对男的要求太高了？我们居然要求一个四肢健全的男人还要自己会赚钱，是吧？我们居然要求一个有四肢健全的男的，居然我还要要求他10点半好，我还要要求他不花我的钱，不找我借钱。天哪！我现在就已经觉得我的脑子里找的这种男人是不是天神降临？你们给我整自我怀疑了行吗？你们最后一个麦把我整报废，不甘心啊！算了，我要下播了，我受不了你们了。那个微信扫一扫啊！我马上下播了，好不好？大家把微信扫起来，右下角这个微信扫起来啊！然后直接扫微信，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找我们1v1服务的，或者是想要买课进社群的啊，或者是想了解闺蜜圈的，以及想要去就是报名我们这个月月底的3天的哼哈跨年专场的宝宝们啊，赶紧，好吧，扫微信下单啊，就这样。我们下一场是在正常的是周几？周四晚上6点啊，拜拜。